对，我觉得第7集甜，第8集可能大家看着可能会有特别强烈的刺激感。刚看完 B 站的采访啊。B 站采访，我觉得好多话都没说。我觉得拍摄角度技巧都好了很多，是去学校学导演进修的原因嘛。我们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上课。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是6月份拍的，跟学没学没关系。一个片子好坏，我觉得跟预算有关系。我觉得预算好的话，可能就能完成的相对好一点点吧。就有预算的话，可能就很多片子，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你像有一些就是大制作的片子，它为什么明明砸了几个亿，它做的还是那么拉呢？其实他的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是其实钱还是不够的。就哪怕烧了几个亿、几十亿的那种，他可能预期的效果要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后来可能因为预算不够，一再妥协，然后就变得好像没有宣传的那么牛逼了。刚睡醒，脸有点肿。大上有这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吧，我觉得，我觉得都有点相通，因为都是属于那个行业。期待综艺，可能会拍一个慢综吧。在访谈里边也说了，拍一个慢综，然后或者说去各个城市去旅行拍摄的那种。我是期待的，但是可能比较麻烦，还是蛮想做这个事情。刘闯闯闯2天，关注了主播。你之前不是关注过吗？为什么取关了？我的直播间里希望大家取关了就不要再关回来了啊！不稀罕。你像这种被我抓到的，我就觉得我不稀罕。不用关注，反正你到哪儿你都能刷到我。而且现在老父亲可爱可亲的状态啊，那你叫一声爸爸，你叫声爸爸我会有感觉。谢谢王凯，谢谢王凯的礼物。要王凯的维尼闪耀。我 B 站是一直关注你，那你为什么这边取关了？你说一说原因。这2年白头发很多，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其实一直都有白头发，不是这2年有的。因为你对象太敏感了，分了他，甩了他。你对象给你带来痛苦，我给你带来轻松，给你带来愉悦，带来眼界。跟他分。很想见你本人啊，
有机会啊，我们可能未来会做综艺，然后可能会去当地去做综艺。如果说在那种街上会碰到我，希望你能给我打招呼吧。会来新疆吗？新疆应该会去吧，因为本身我觉得新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旅游的地方，我们应该会去，而且我是比较喜欢葡萄干儿啊什么的啊。我喜欢一个男的，他怕男两全怎么办？我喜欢一个男女通吃的，他怕男两全怎么办？男两全是什么意思？所会来西安吗？西安肯定也会啊。西安的那个辣椒油多香啊！但我觉得西安的辣椒太辣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西安的为什么辣椒那么辣，但西安的辣椒油真的是，我吃过一次，我的妈呀，那怎么那么香啊？你们那个辣椒油？所有我是你的歌迷来的，是什么影迷进来的？所以是吧？啊，是香而不辣，但我吃的挺辣的。今天穿的很正式，今天穿的正式，你们管穿短袖叫正式。主播是有反应了吗？什么反应？我看着大家的文字会有反应，是不是？就是家里安排结婚的，但又想找男的，他怕两边都顾不到，啊，就是你喜欢一个要结婚的人，是不是？然后你问我怎么办，是不是？你喜欢一个要结婚的，然后，他不是行婚，然后他是找一个女人过日子，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今天穿的是叨叨的牌子吗？是的，这个叫屠刀。屠刀的那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卖的一些衣服，啊，裤子和衣服都是接下来要卖的，啊，裤子可能到春天再卖，然后接下来可能集中卖短袖。不是有反应，就是有实力。我还好，我还好，够用。他对我也有感觉，结婚是迫不得已。其实我真的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就是有的人就是包括我的剧里，就是芝麻一的时候也会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店长他可能要结婚啊，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碰到一个通讯录要结婚的这种情况的话，要不要远离，或者说要不要坚持？其实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在世啊，没有那么多标准。你就像我一直在说，就是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你的生活的，呃，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我觉得很难去有人去真正的去了解，然后设身处地的为你去考虑。首先，你的朋友结婚，我觉得是逼不得已。那这个逼不得已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这种现象其实还蛮常见的，就是通讯录的，就是逼婚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活。那他们不结婚不行，因为有的家庭吧，有的人说，那你逼婚，那你就出柜呗。但是有的家庭，我说实在的，就是他可能生长环境就是家里比较强势，或者说一直也没有去聊过这个事情，父母可能会比较接触不了，他怕一些东西，嗯，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能理解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没有出柜的人都会有面临这一天的时候，如果说到时候你们会选择一些跟大家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你们也需要有人去支持、去理解。你这个朋友其实他结婚呐、怎么样的，
我个人会觉得说他比你还痛苦，因为他首先他是通讯录，然后他又要跟女孩去应付，他的痛苦比你多太多了啊！我跟通讯录去喜欢，就是你让男生去跟男生去发生关系，我觉得直男可能为了你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但是你让一个男生去跟女生发生行为，而且这个女生，这个男生是一个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好比你让一个做吗？你让一个一，就好比你让一个一去说零，我觉得这个不难，但是你让一个零去做一，非常非常难。与其你去指责或者说去放弃他，不如给他一些支持，或者说给他一些安慰。我觉得这个，而且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真实的点，就是你离开这个人，你能不能找到另外的一个人？啊，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我条件好，我跟这个不太合适的人，或者说这种情况的人说拜拜。但是你得考虑，就是说你条件真的有那么好吗？你离开他，你能不能就是再遇到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啊？有很多人其实是遇不到的。那我觉得说你这段感情其实相处起来啊，不要去听别人的，你自己去感受啊，你自己去感受啊。反正我挺建议就是大家对已婚的给多一些理解吧，因为这个不是他能左右的。如果说一个 gay 他就是想骗婚，就是想那个，就是说让别人当同妻，我觉得这个行为确实是不道德的。但是有一些家庭缘故，其实他们也是被迫者啊，所以你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你要分析你自己的情况，你是不是真的那么爱他？但我觉得其实你那个朋友说了一点，说他也爱你，但是他不得不分开，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待考究。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已婚的 gay，他们其实选择空间会比较少一点啊。欢迎宋冬野的小然。肯定能遇到，但是遇不到这样的了，你自己去分析吧，啊。百里绿豆什么时候分析？那个开播啊？开播已经开播了，什么时候更新？就是每周四的晚上8点，每周四晚上8点，更2集，每周四晚上 B 站油管更2集，然后大家可以搜索百里屠夫绿豆。百里屠夫绿豆啊，大家可以去那个自行去关注一下啊，已经开课了，谢谢小然，小然跟对象还挺好的，是不是？如果说小然单身了以后的话，就记得一定要跟我说啊，你跟我说一声。你要给我介绍吗？不是，我就听到你单身我开心，我会天天给你发我和我对象甜蜜的。并没有，我和他说明我的意思，他说有家室和没家室不一样。你让他自己不要纠结，首先你不要纠结，然后你让他少加戏啊，什么有区别没区别，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情绪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吧？就是他说的这些点，我觉得跟你没关系。他现在有点给自己加戏，加戏也不是加在你身上，跟你没关系。他是马上要步入到一个婚姻里边的恐惧，跟你没关系啊。就一个 gay， 他要步入一个婚姻，他其实是非常恐惧的，他可能需要有人去倾诉，这个倾诉跟你没关系，他不是为了你而焦虑啊。想明白这件事儿，主播可以分析一下爱住在gay 吗？爱住在竞技
我没去过bar，我没去过，因为我好久不去酒吧了，不是网吧，我不太去网吧啊。好久不见，白头发怎么这么多啊？因为我本身就有白头发，然后因为拍戏啊，因为就是见朋友可能会注重自己的形象，然后就染黑了。但其实我平时就是白发，对，我平时就是白发，而且我已经习惯自己白发的一个状态了。有的时候黑发会觉得头发的颜色特别假，像假发，就是有一点点花白，其实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嗯。你是我的偶像，谢谢你啊。开始吧，胖图，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最近新开的直播间啊。这个直播间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交友的一个平台啊，就是你可以涨粉，你可以交友，你可以谈恋爱啊。参加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进行连线就可以了。谢谢53岁的玲，谢谢你啊。就是在我的直播间可以连线，然后就是交友，然后涨粉儿，或者说咱们就是可以谈谈恋爱啊，谈谈恋爱，交朋友。参加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准备好了，你可以点击连线，点击这个位置连线啊，连线，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访问的一个环节，这上面会写着你的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你就把照片或者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啊。稍微等一下，我把书给大家写一下啊，给大家写一下，我自己写一下来。哎呦，哎呀。找个东西垫一下这个。
好了，来分别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会主要问几个问题啊，大家不用紧张，就是问问题我会引导大家去说啊。首先就是产地，产地就是你的出生地，就是你哪儿人呢？啊，我们经常会聊天，我说你哪儿人呢？啊，就是一般东北人呐、或者哪儿人。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是就是有没有喜欢特定的一个地域的人啊？比如我东北人，然后居住地在哪儿？我东北人，我可以居住在海南，可以居住在广西，可以居住在那个上海都可以啊。咱们居住的地方，然后还有职业，就是你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说你不方便的话，就是说一下你的这个行业就可以。收入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真实或者说比较务实的这么一个直播间。就我会觉得说，就大家还是要就是有这个挑选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找一个能养活自己或者说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起码就是不用你操心太多。那这个房车啊，就是你有房你有没有车？癖好啊，这个癖好很重要。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喜欢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你就及时pass 掉。属性啊，很简单，10偏1还是偏0？感情史有几段感情史啊？谈过几段恋爱？如果说这个人18岁，他谈过20段感情，这个人烂。他是否健身？就是这个我是新加的，就是健身很重要，身材会比较好一点啊。理想型就是他想找什么类型啊？看看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一个状况啊。异地恋可不可以接受异地恋？学历不说了啊。这个优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一些优点？比如说你的腰特别软，比如说你的嘴特别大啊，都可以。忌讳别人的缺点，就比如说他抽烟你接受不了，比如他打呼噜你接受不了，这些都可以说。空窗期你单身多久吧？来，二爷听开心了啊！二爷嘴大吗？要不要加入一个要不要加一个家庭条件？家庭条件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你大啊？家庭条件是什么意思？怎么上麦啊？就直接上麦就好了，直接连线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是为了赚钱啊，因为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直播间？其实我平时特别爱说话，特别爱说话。原生家庭的不考虑了吧？你又不住别人家里啊？是否结婚？好，是否结婚？读的这么睡得这么晚啊？可以分析一下网瘾的 gay 吗？跟他有未来吗？网瘾的 gay 有网瘾的还蛮少的，就 gay 有网瘾的我觉得挺少了，但是我觉得他偏直男吧啊。最近播的那么晚睡得那么晚似的啊！来，准备好的，咱们可以进行连线了啊！不用紧张，不要害怕，主播会引导你去做这个访问的啊。我一直都觉得玩游戏的 gay 其实就比较偏直男多一点啊，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就是玩那种就是英雄联盟的那种，然后一玩就是后半夜，然后家里就是有一个电脑桌上全都是烟灰，然后他就每天晚上那个机器嗡嗡嗡嗡，然后他就是睡觉的时候也不关电脑，就非常的刺眼的那种，也有这种人啊。来，准备好了，咱们继续连线啊。玩第5人格，那我也会玩一些游戏啊。比如说我玩那个火影忍者，我有的时候充钱也充懵了，
电脑没什么玩儿，你就知道就那些网瘾的，他们都玩电脑的一些游戏啊。来，准备好的就可以进行连线了啊，大家不用紧张，不用害怕，谁勇敢做第一个？你要勇敢做第一个，你在感情里才能就是拔得头筹啊！别人都在那块儿就是左顾右盼的，你勇敢，你就是获得了爱情。你像我，我在感情里，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勇敢的人。你看我现在感情不挺好的吗？啊，你不抽烟不喝酒，你不抽烟不喝酒，你你爱看擦边儿吧？来，我们来连第一位。你好， Hello，图图老师。好，你稍等一下，我带个麦。把你那个耳机赶紧充上电。满着呢。你这个满着呢吗？把你耳机关了，把你耳机蓝牙关了。优点嘛，就是说，算是会关心体贴人吧。好，体贴。好，你接受不了对方的缺点是什么？说大话。吹牛逼，来，吹牛逼不行。然后呢？还有吗？然后就是那种画饼啊，说到不做到那种。啊，言而无信。是这个意思。身高体重有没有？可以有。好，那个身高体重来说一下。身高187。187，体重呢93。93啊，是个小熊，不是小壮壮的，也不算熊，壮壮的肉肉的。然后那个空窗期多久了？8、9个月吧。？8个月。是否会结婚呢？这个先 pass 一下。就先不回答哈。对。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丹尼啊，27岁，身高1.87米，体重93公斤，然后是山东人，山东人可能那方面比较厉害一点啊。喝酒，然后西安啊，他现在在西安，职业是销售，然后收入是在1万块左右，有房有车，车呢是在西安吗？车在山东、老家西安都有。好，都有。就是西安也有是不是？对。好，现在在山西开了一辆君越啊，别克君越，然后是零啊，是零，没有什么不良的不没有什么过分的这个癖好，然后有2段感情史，有1年在健身，喜欢稍微年长一点，然后就是那个胖一点，然后应该算哥哥类型吧？你喜欢哥哥类型对吧？是的。然后可以异地恋，是本科，自己的优点是体贴，别人就是忌讳别人说话言而无信，然后吹牛逼，然后现在单身了8个月，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结婚，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我们针对你的这个信息，会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呃。你有2段感情史，你上一段感情是为什么分的？主要是因为就是我说的那个缺点。他吹牛逼。然后就是说，也是可能有经济方面这方面的原因吧。他是一个年纪比你长的人吗？跟我同龄。跟你同龄，是他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还是你的经济出了问题？对方的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你会觉得他有骗钱的行为吗？
也不算骗吧，但是反正，嗯，就是双方来说有一些经济不是很平衡。反正他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给他花钱，是不是？我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差不多吧。能听出来这种感觉啊，就是那你其实现在是每个月收入要1万块，一万块在山西会生活的比较好吧？还可以。那方便问一下，你这个工资持续了多久吗？持续了有几年吧。几年？那你就每个月花销大概5000块钱够吗？够的，差不多。剩下5000你是存起来了？有一部分是存的，然后会有一部分给家里边儿。哦，还要给家里？你已经27岁了，坚持给家里，是因为家里的情况会比较特殊吗？没有没有，就纯粹是就是给父母，就是可以说是给父母一些想买些什么买些什么，家里没有什那么负担。你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还真的有点不像零，有一点点，还蛮有责任或者担当的一个零，还蛮奇怪的。一般的零可能会把这个钱花在衣服上啊，或者说一个日常的社交上。你平时有社交吗？就是圈里边没有，就是一些同事啊，然后客户什么的。你为什么没有圈子里的社交呢？你觉得没用是吗？也不是说没用，就是主要还是可能会是信不过别人，或者是有一点儿，就可能是因为上到感情的原因吧。啊、那你谈这2段感情，你一共多长时间？就每段感情分别是多长时间？第一段感情有个不到2年，嗯，第二段感情有，差不多也不到2年。也不到2年。那我想问一啊、下，你平时啊、会有用软件儿见人的习惯吗？没有。就一直都不上软件儿的。之前会上，但是没见过。OK，那你，哦，那我觉得你综合分儿其实我觉得还蛮高的，是因为首先他有独立的收入，而且收入不低，其实在西安1万块钱不低。第二点呢，他又是一个比较不太去接触圈子里的生活。第三点，他虽然说也不接触圈子里的生活，他同时也不私底下见人，我觉得这很好。第四点，其实他还会给家里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行为。有的人说这个是传统，我不觉得，因为家里没有强制的要这个钱，是我们丹尼主动的去给家里钱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加分的。所以就是说，综合也没有给综合很多，没有给很多，就是说平时就是1800块钱啊，就是每千八百个月块钱可能会也是买点儿东钱，西什么的。我就这么说，1800块钱也是钱啊，我觉得这个做的很好了已经。而且你年纪也不大，你能持续的偶尔的给家里钱，我觉得这个很好了。然后还有在健身，又是一个呃，为什么是结婚这个事情你要回避呢？因为可能是山东，可能会比较就要结传统一婚，点儿。对，然就是后，因为现在还在外地，暂时先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你的家庭现在，因为你27岁了，有催你找对象吗？偶尔。好，好，这个情况也希望就是直播间里的人能够考虑在范围之内啊，就是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那你上来是找朋友，还是找恋爱，还是单纯的想就玩一玩？单纯的想倾诉一下吧。好，你想跟我倾诉什么呢？就是说
你是想倾诉过去的感情？也不是说倾诉过去的感情，就是想跟那个图图老师还有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聊聊天儿什么的是，你想聊哪一方面？啊，都可以。啊，那你有想好哪一方面，还是我问你就好？您问吧，然后可能有些不方便回答的问题，可能会就是直接过掉。好，那你觉得这两段感情里哪一段感情你会比较深刻一点？第一段吧，第一段，跟第一段是怎么认识的呀？第一段是那时候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是那个通过软件儿认识的。22、23岁，21、22差不多。21、22，然后通过软件儿，然后那个时候在软件上认识别人是抱着什么目的？是交友还是想解决？单纯好奇。单纯好奇，然后嗯是他主动跟你说话吗？嗯，是。他主动跟你说话，然后你觉得聊得来，然后所以你们就见了一下，对。见的地点在哪里？见的地点在饭店，在餐厅。在餐厅啊，就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他是多大年纪啊？比我稍微年长一点儿。那也没大多少，是这意思。对。那你就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就见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生点什么吗？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是吃饭、聊天儿、喝酒。这个过程里，你觉得会不会对他好感加分？会有。会有。嗯，那第二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第二次见面可能会隔个1、2个月吧。1、2个月有实质的进展吗？有。第二次就约在哪里了？一开始也是吃饭，嗯，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喝了点酒，然后去那个 KTV 唱歌什么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那个就是赚钱真好，或者说在社会上独立真的挺好的那个时候去，也有一些副业，其实也是会也有副业。赚钱的。好，那就跟他喝多了就喝的很多吗？也不是很多。就是也是清醒的，然后就去酒是。店了去酒店了，然后自然而然的他引导你就可能有一些接触了，对。是体验感是很美好的吗？呃，反正也是第一次吧，反正也OK，是有点儿奇妙的感觉。好，第一次就等于他拿走了你的啊，是。那他还在你人生当中还蛮重要的，嗯嗯嗯。所以后来怎么确定关系了呢？啊，是后来他主动提的，还是你？也是他主动提的，然后后来也接触过几次，反正就是比较自然的过渡了这个关系。这个过程当中，从发生关系到确定关系、确定身份，嗯，持续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大概3个月左右吧。哇，那你们还真的是蛮能撑住的，因为我听你的意思，其实他年纪也不是特别大，大概27、8岁、25、6岁的样子，对吧？嗯。那他能这么稳的去跟你接触或者谈这段感情，蛮意外的。而且那对，个时候，还有那个时候一个还你不有一个那着急吗？个那个那个那个缺点可以缺点什么加一个，就啊？是呃
也不是说缺点吧，就是说有一个特别避讳的一个点，就是嗯，就是已婚的啊，或者是有什么对象什么之类的。好，他是有对象结婚了吗？啊，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好，那你觉得接触这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大家这么稳的、这么慢节奏的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冲动的说我就想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冲动呢？因为当时年纪也比较小，然后也是第一次接触嘛，所以说还是会有些顾虑或者是担心什么的。那这跟你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一般的零或者一般的一，第一次发生这种美妙的事情，可能就疯了，他就想赶快确定关系。这个丫头没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也没有那么自己那么喜欢一开始的时候，嗯，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关系之后，有没有说没有那么喜欢他？也挺喜欢的。就你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一个人，比哦，较一对。个谨慎的一个人哈。后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呢？就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确定关系以后会发生一些啊、产生裂痕的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就是说确定了关系之后，嗯，因为是在那个软件上认识的嘛，是然后后来就说确定关系之后就都不要去碰一些。软件儿，对对对他碰了对。多久？多久是之后碰的？多久之后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被我发现过一次，是在1年左右。1年左右。但你有没有看到他聊天的具体的内容？没有。但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的？你直接问他了？嗯，对，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嗯，然后就是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是一块儿喝了点酒，然后就问他，就是借着那个酒劲儿嘛，就问他。你是比较激动的还是比较平静的？当时是比较平静的，是喝了酒之后比较平静的问他。为什么？你不担心？就是我觉得你第一次接触，然后呃自己喜欢的人，然后上软件，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会担心，哎，他是不是有乱搞啊？我会不会得病啊之类的？你居然那么我也会，平静，我也会，我也会担心，但是我是想听因为我也会担心，但是我想听他一些就是比较真诚的回答，所以说我是很平静的问他，没有很激动。那他是怎么样真诚的狡辩的？他说就是就是看看我有没有上。哦，那你就是他觉得他他是你当时，在那个查我有没有上，所以说他才会上。那你相信了他的鬼话吗？相信了，啊，第一次是相信了，然后第二次发现之后就毅然决然的就分开了。拜拜了。哦，那有分开的时候有大吵大闹吗？因为这也是个异地，也没有什么大啊，吵大闹，就是哦，可以说是和平分手吧。分手之后就把那些啊、联系的方式都给删掉了。哦，那我觉得你整个的过程其实有一点点不像年轻人，而且，呃，反正处理的还蛮老道的。为什么呢？性格原因吧。
就你现在处理的方式，我都做不到，我都嗯，学不会，应该我是学不会，你知一个道吗？原因呢。其实我的性格就是说，你让我看见这些东西，我可能就是，呃，就是可能气到不行，但是我会压着声音给问你，然后只要你说有一点点可疑的，我就炸了。嗯，当时我也会炸，就是说，但是可能没炸的那么厉害吧。嗯，所以那段感情，你觉得你们2年见了多少次啊？2年，1个半月或者是2个月见一次吧。那也就是说，也就是24左右，嗯，差不多。20-30次啊，这还有过年的时间。嗯，那嗯，你觉得这种异地恋让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触呢？就是反正我也谈过异地恋，我觉得异地恋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恋爱关系，因为异地恋首先呢就是你俩没有共同的住处，然后你俩每次见面都会去酒店，然后去酒店一定会发生，就感觉像两个人固定的那个关系的人。因为我们每次见嗯面都要去酒店，去酒店都嗯要怎么样集解相思之苦，但是可能接触的时间会比较少，彼此都不了解，到最后结束了就觉得说好奇怪。你当时有这种感觉吗？一开始没有，但是后来会有。就它涉及不到你的生活。对，就像是匆匆忙忙赶到一个城市，然后完成固定的工作之后，然后就嗯，再匆匆忙忙再返回去。所以你现在才2段感情，嗯，为什么还要去你还可以去接受异地恋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如果说在异地恋的话，希望会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然后不会乱搞，然后会好，坚守自心的那种丹尼，我就这人吧。么跟你说啊，丹尼，我就这么跟你说，如果说一个成熟的人，然后跟你异地恋的话，首先他一定会乱搞，而且他会特别干净的乱搞，不让你知道的乱搞。第二点呢，如果说就是有一个人成熟，然后干净的不跟你说他在乱搞的话，这个人可能他并没有拿你当对象。明白。啊，就不用考虑。就是我觉得是，首先异地恋这个事儿啊，有很大的几率会出轨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异地恋，我真的不跟大家说谎话。其实我之前做酒吧的嘛，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我确实是有一点点飘，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一方面加上自己可能在网络上有一点点知名度，第二点呢，然后可能又是一个私企的一个小老板，所以我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途径去接触一些名媛，或者说一些好看的人，或者一些上赶着的人。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嗯，身材也棒，然后长相也棒，跟我聊天儿，然后会主动的释放好感，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单身嘛，我就问他一些东西，然后问到最后，我突然察觉到他可能有对象，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对象啊？他说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就感觉说他是如此美好的人，聊天也非常
OK，然后长相也非常 OK，身材也非常 OK，但是他就是背着他对象乱搞，而且他会把他乱搞的视频还会发给我。啊，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哦，好吧，就是这可能是个别案例，但我后来我在接触的人，就是基本上好看的人、优秀的人，他们都有对象，而且他们都在出轨。我跟叨叨没有啊，叨叨出没出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现在就是4个月几乎每天在一起，但是那种异地恋啊，基本上都偷吃，所以我不但是我不吓就是唬你。就是在我那个第一段感情不是异地恋嘛，然后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不是谈了将近2年嘛，嗯，反正我是一次都没有过。是你没有，他有没有？你不确定。我不确定，大概率会有吧，对，因为他上这种东西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诱惑，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控制得住。所以我就给你们建议啊，就是我真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说你能不选择异地恋，我不希望你们选择异地恋。就你嗯们但凡有条件能选择不异地恋的，千万不要异地恋。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窗户纸嗯，啊，就你一捅就破了。你不，你把这个假面一撕开，其实就是这么的事儿啊。因为现可能，在我就这么跟大家说，现在就是网络世界，你别说就是交友软件儿了，你就说抖音，你上传一个自己的，比如说袜子照片儿，或者说身材照片儿，你在抖音上一发，有好多人在那跪舔你，好多人私信你，他经不起这些诱惑。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牛鬼蛇神，但是有一些可能私底下比较优秀的人，然后接触你的对象，可能你对象就出去见了一见，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对象嗯，可能他私底下他就有这个偷吃的习惯，因为大概的大几率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偷吃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明白，反正可能会跟一个人的这个，性格本性有关吧。嗯，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嗯，他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就是新鲜感，或者是那种刺激感，可能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管的那种自由的地带，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我其实你这个观点吧，也有一些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嗯，有一些情况就是我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身边的这样的人比较多，我问过他们，因为我是不理解的，所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有对象为什么会乱搞呢？他说时间长了都这样。我说那你们就是我的观点，其实这个就是有两个极端嘛。你像我如果说就是觉得一段感情里不 OK 的情况下，我就会分手。就比如说他可能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那可能我就会分手。但是大多数人，就哪怕他做了对不起的事儿，他可能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选择一次原谅，后期他再做出轨的事儿，这个人是不知道的，或者说假装不知道的。很多人嗯，是这样的，因为他舍不得这段关系，这个是很现实的。就是就是从第一次发现之后，然后到后来，就是心里边儿就会还是会有一些嗯隔阂的。嗯，反正就所以我觉得你二十是在第二七岁，次出现之后，就可能就是这种隔阂会演变成分手。对呀，你会膈应啊，你就说白了很简单，他跟别人在一起，你老公。
外边有老公这件事儿，你能不能接受得了？你老公在你面前就是雄壮威武，在别人那儿已经就是被掰的像变形金刚一样，O 不 OK？你这个画面感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肯定接受不了。对，所以这个很现实啊。嗯，所以就尽量大家不要接触异地恋，有条件的话不要接触异地恋啊。因为现在这个工作这个性质的话，也是，不像以前嗯那么固定。就是说，现在做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自由一点儿，可以就是想去见的话就可以去见。嗯，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这样。那你方不方便给大家看看你长的样子，就是你的外貌，方便吗？开摄像头吗？不用，你可以我关注你，然后你发私照给我，可以吗？暂时先不要了吧，兔子老师。好，好，那我明白了。那咱们就是改天再聊，因为我看还有其他的人在连线好，好，啊。好，好，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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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老有机师再见，会再连线，拜拜。哎，拜拜，拜拜。哎，刚才要连线的怎么又不连了？你这死丫头！再等一下啊，再等一下。来，刚才谁要连线了？来，抓紧时间，我们可以连线啊，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咱们就是简单的聊聊天儿嘛。你好，阿福。我去，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就叫阿福吗？就叫阿福就可以了。好，哪里人？江西赣州。江西赣州。嗯，好，现在在哪里啊？在深圳。深圳。年龄呢23。？23。职业呢？智能改造工程师。好，工程师。收入收入20个 W。 20个 W 一年，是不是？对。好，有房吗？没有。有车吗？有。什么车？亚洲龙219款豪华版。亚洲龙是那个是雪佛兰吗？还是雪铁龙？丰田的。丰田丰田的。啊，丰田。好，丰田。有癖好吗？有私人的癖好吗？比如说鞋呀、袜子呀、内裤啊之类的。有点内裤控吧。内裤喜欢尼龙的，还是棉的，还是这是莫代尔的？形状就是形状就是三角形的吧。三角的，好，三角的。来，属性是1还是0？我是 Versus。好，感觉就是0啊。来，感情史有几段？谈过一段。一段。有健身吗？有。健身多久了？半年多。好，学历应该本科以上了吧？专科。啊，专科就可以做工程师？刚进这边是挺简单的。身高体重153厘米吧。体重呢？体重60 kg。好，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我的优点啊。我可能是就是说，什么事看得比较开，也不会特别的计较一件事儿。好，佛系。嗯，
然后我自己生活的话，我喜欢自己做饭。好，比较独立。嗯，然后我也比较喜欢cosplay。啊，童趣。啊，比较童趣啊。你 嗯 cosplay 你 cos 什么呀？嗯，假面骑士。我的天。你你会穿紧身衣吗？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暂时还没有实施。那你会对紧身衣会觉得很性感吗？会啊。哇哦。好，然后平时我也摄影什么的，会射别人还是射就是给自己别人拍照。？OK。来，那个别人的缺点，哪个缺点你接受不了？嗯，重口吧。啊，重口味的你接受不了。嗯重口味包含什么？SM 吗？黄金什么的。啊，那你接触的可能太超纲了，我们平时都接触不到黄金。没有，我也没接触过，就是看啊视频我就不接触不了这些。，SM 接受不了。然后那个长头发我也不喜欢，猴子我不喜欢。好，头长发嗯晒的你能接受吗？啊，晒的你能接受吗？能啊。啊，你 OK。那单身多久了？嗯23年到现在吧。6年，3年，啊， 3年。以后会结婚吗？不会。不会。你的理想型是什么类型啊？嗯，最好就是说在生活中能够对我有所帮助，因为我现在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希望是两个人能够共同进步，不能说我只依附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人只依附我这样子，需要两个人共同进步怎么的。但是你的心里还是比较依赖别人的，对不对？是有一点。是有。你有点慕强，对不对？对。好，喜欢稍微年长一点，就是28到45之内我都能接受。稍微整体是肉壮一点。对。猪能接受吗？猪。不能。好，肉壮。能否接受异地恋？可以啊。可以。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福子23岁，我就叫你福子了啊。福嗯子23岁，那个江西人，然后现在在深圳，现在是一个工程师，年收入在20万左右，有一辆丰田车，然后没有房，癖好是喜欢三角的内内，然后现在是0.5偏零，就是有一段感情史，然后健身坚持了半年，理想型呢是这个成功人士，然后28至45，肉壮一点，可以接受异地恋，专科学历，身高呢是1.53米，身高是1.53米，体重是60公斤。优点呢是比较稳重独立，然后又会 cosplay。缺点呢就是不喜欢，就不是缺点，就是不喜欢对方呢是有重口味儿，然后说不喜欢猴儿，也不喜欢长发的。其实你这些资料里边，我其实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你的工作现在工作收入年收入居然20万，20万，其实你是怎么分配这个收入的呢？平时有存钱吗？没有。有存钱，那你觉得你一年20万，你能存多少钱？大我说概没有，我是没有。啊，你没有存钱，嗯，那你钱花哪儿去了？我全一点就是出在旅游上。啊，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爱旅游啊，特别爱摄影，然后特别会给自己找事儿做的，你会把生活变得很丰富的一个人，对吗？对对。哇哦，其实你是特别爱自己的人。
嗯，对，可以说吧，我觉得我比较自私的。自私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懂，你是有生活情趣的人。算是吧。好，那说说你的感情史吧，你跟那一段感情持续了多久？大概2年吧。为什么会分开呢？因为异地呢，因为异地了多久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在南昌读书的时候，就是刚毕业大概6月份毕业，3个月左右，我一直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是双方感觉都有点煎熬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收入，他觉得的话，我一直花哈哈的钱，他啊，就是觉得我心里会不舒服，他也觉得会不舒服，然后就这样他就让我走了，我就走了。不在一起1年吗？2年。在一起2年，然后找不着工作，持续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分手了。对啊。那你前面的感情基础就还蛮脆弱的，是因其实还为你找是有的吧，只是说人家比较理性吧。3个月找不到工作，你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是你对生活有一点点理解上的偏差，还是说确实是那段时间有依赖性了？嗯，偏差是指啥？就是偏差可能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能力跟现在的这个岗位可能不匹配，然后我就要坚持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我的薪资范围。那个时候是在南昌的时候，因为在南昌嘛，那个时候是找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工资比较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有很多工作，我个人比较满意，但是他就不想让我做，因为他不喜欢我身上就是说，假设我去做一个那个工程改造这种职业的话，他就说，如果你身上有那个汽油味的话，每天晚上回来我就不喜欢这个汽油味儿，所以就不让我做这种工作。还蛮奇怪的。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刚入职没多久，我就离职了，因为他不喜欢。然后他又接受不了你没工作，对。所以这段感情你会觉得说是一个美好的感情吗？挺美好的。啊，这也算美好，是的。可见你对感情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较真儿的一个人。较真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会更看重一点结果吧。啊，看结果。嗯好，呃，说说你的，说说你的身高吧，可以聊吗？嗯，可以你讲啊。你这个身高会对找对象有一些阻碍吗？我不知道啊。这也一直没找。就是我之前就是一直穿那个看翻刊嘛，因为我在这个核电站这边，就深圳大鹏这边就是人比较少，就很少上那个步路的，大部分哎，就在我们翻刊上看到喜欢的就点一下，就这样子聊一聊，随便聊一聊。我们之前是不是聊过天儿啊？对。怪不得，你是那个电网那个是不是啊？嗯，我在那个电站呢。在大鹏我一下我就想起来，就是你就是平时聊天儿也不太会，就是因为身高就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多人打招呼之类的是吧？可能啊，所以你觉得如果说对方的身高比你还矮的话，你能接受吗？可以啊。可以，没关嗯系啊，没嗯。关系。嗯，空窗期3年，喜欢肉壮，然后有慕强，然后可以接受异地恋啊，喜欢三角。现在车在大鹏吗？在啊，是单位给你配的车，还是你自己配的？就是你自己买的我自己的，我自己的？OK，车。在那边租房子，大鹏的房子应该很便宜，对不对？还可以。嗯，有考虑就定居在大鹏吗？深圳？
没有。就是你以后去哪个城市，你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说在核电站工作几年之后，可能会在那个惠州买房吧。在惠州买房，好，嗯，好，蛮好的。好，给大家总结一下，福子他的一些他喜欢的类型是28至45岁，肉壮一点现在听到现在大家对福子感兴趣的，请扣一。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庐山真面目，然后也看看他，就是我其实有一个画面感，就是就是个子小的人会不会更好？更好，就是说，就跟他在一起会更有征服欲，是不是？可能会吧。还蛮可爱的。来，那个对他感兴趣的刘闯闯，你不是有对象吗？你臭不要脸，你有点儿。来，刘闯闯，还有没有？就对他感兴趣的，请扣一，超过3个，咱们来看看他的长相。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的抖音里边有你的作品吗？有啊。好，我来看一看啊。这还没办法跳出来。那个，把你手机拿过来。那个谁呀，那个这个大金戒指不错。哎啊，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就是你们自己来评价吧。我会觉得说，感觉是不土不就是不土的那种，挺洋气的一个长相。对，挺会穿搭的，我觉得。其实从你的穿搭，我就能看到你其实你也喜欢这种就是野外然后喜欢这种就是穿着这种户外服的这种男人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我平时喜欢徒步什么的。对，好，看自己对这个福子感兴趣的，咱们可以加一下他的抖音，然后私底下聊一聊，好不好？好，那福子，咱们今天就连线到这了。OK。好，那咱们就是如果说能遇到喜欢的人，记得跟我说一声，好不好？OK。好，就这样，拜拜。拜拜。来，下一位， Hello，主播你好，你好，我怎么称呼你啊？刘闯闯，闯闯，好嘞，闯闯是有对象是吧？分了，已分了经现在是单身。啊，闯闯，闯闯今年多大今年22， ？22岁，好，身高多少？身高177，体重76， 76，身材还挺好的。来，你是哪里人？我是湖南常德人，常德，长沙，湖南。现在在哪个城市？现在也在湖南，好，什么职业？还学生，学生，没收入。有房有是的，车吗？没房没没有，车吧？是的，有一些怪癖吗？喜欢体毛比较旺盛的吧，体毛因为我个人体毛还是挺旺盛的。你喜欢自己自恋？来，属性是1还是0？
0.5偏一吧。0.5偏一啊，好，0.5偏一，有过几段感情？一段。平时健身吗？健身了有1年多了吧。1年了，好，可以接受异地恋吗？接受不了。好，学历本科学什么专业啊？学电子信息的。好，有什么优点吗？你觉得你自己？优点嘛，可能比啊，较真诚吧，然后比较会处理关系吧。会处理关系为什么会分了？因为可好，能你们就 等一会儿聊，等一会儿 OK 聊，OK，处理关系，关系，然就是处后理特别朋友之间的关忌讳，系。特别忌讳别人的缺点是什么？比较控制欲吧。啊，不喜欢控制欲强的人，对。还有吗？还有应该其他的都还好了。好，单身多久了？单身了4天。这，所以说男人呢，刚单身4天就来参加相亲的节目了，来，喜欢什么类型？喜欢壮熊吧。壮熊，还有呢，就狒狒吧。狒狒，然后呢，没有了。然后好，年上吧，我喜欢年上的。年纪大一点儿，对。大多少呢？呃25到32之间吧。还好，25到32。好，我们来总结一下，闯闯，然后年龄是22岁，现在是个学生，没房没车没存款，然后呢是一个湖南人啊，然后他现在也在湖南上学，癖好呢是喜欢体毛多一点的，然后他是0.5偏一，有一段感情，健身坚持了1年左右，理想型是壮熊狒狒，年纪在25到32岁，接受不了异地恋，现在是本科，然后优点呢是比较真诚，会处理感情关系，缺点呢是不是这个接受不了别人的缺点呢是控制欲比较强，空窗期4天，然后身高是1米77，体重是76公斤啊。我们着重的来聊一聊你的感情，我的感情你这段感情维持了多久啊？1年03个月吧。1年03个月，那为什么会分开呢？就是不合适啊。因为我哪一方们在面的不认识的合适？第1个月，就是我们很快的，就是开始了这种关系。不了解就在一起了。对，然后在第1个月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真正了解他，然嗯，后我有6个小时没有给他回消息，他就把我删掉了。他是一个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然后性格比较火辣的一个人。差不多吧。他的火辣是那种跟你吵架，还是那种生闷气啊？跟我吵架，然好，后他但是，喜欢。你嗯，说。但是他多大年纪啊？他比我大1轮。他比你大1轮，然后他会给你钱花吗？呃，基本很少吧。很少。那他如此控制你的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呀？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嘛，然后我是刚注册那个软件，然后认识了3天，然后我就是给他加了，就是有他的好友嘛，但是嗯我也没有确定明嗯，确说跟这个人认识，然后说就是抱着一个试一下的心态，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约了一天见面，然后自然而然就不是，我说怎么形成这种控制的这种局面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所有的就是被控制的人，其实都会有一个初始，然后是因为自己没有说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者说处理好这层的关系，才会演变成控制欲非常非常达到不可控制的情况。
你觉得是从什么事情让他对你有控制欲了？因为我可能觉得是他的前任吧，因为他前任是因为毕业当兵，然后跟他分了。好，现在我能感觉到，其实你在感情里，其实你是一个，其实我现在能感受到你其实是那种不太较真儿的人，就对，你可能会我是比较觉得说，顺从的那种人。对你可嗯，能就是哎算了算了，就他就是就是宠着他点儿吧，顺着他点儿吧，你是这种人对吧？是的，我有那种讨好性人格。好，感情里都那个窝囊废有一点点。是的，因为其实后面就是完全接受不了，就是他很频繁的看我的手机了，但我也没有聊那什么。他看你手机无所谓啊，你也没什么呀。但是他就是也会一个我不管是我的直男同学啊，他都会一个一个地问什么什么关系啊。二把刀天那我觉得天看呢，我都无所谓啊。其实这些都还好了，啊，二把刀这些就我的聊天记录倒背如流的都。就是他也会很克制我，就是跟一些直男交往吧，因为我个人还是嗯就是自我认同时间也没有特别长。嗯，好，我看一下，你说你会处理关系，你指的是什么？就是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吧，和对象的关系，因为我只处过这一任，所以这个还是有点那个。因为你是讨好型人格呀，对啊，所以你这不是处理，你不会处理关系。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太会处理关系的人，所以你靠讨好去处理。就是我对我对象来说会有一点讨好性人格，但是对朋友之间你倒不会。跟朋友，你跟朋友你会处理关系吗？我觉得你依然是老好人的一个状态啊。你这样说也是对的。好，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真诚，你所谓的真诚是什么？就是真诚就是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啊，这个是真诚，对，就是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告诉另外一方，然后包括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是真诚啊，这个是好的啊。健身一年有成就吗？你觉得？我觉得就一般般吧，没有说网上那么吓人。好，嗯，你是湖南人，湖南人，你觉得你是典型的湖南人，湖南的那种就是温柔的男人吗？还行吧，我觉得。还行，是不是？嗯，所以未来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说，跟他在一起，期望达到一个什么状态，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想过吗？你有畅想过吗？呃，其实在我入圈不是自我认同1年的时候就已经想过了，嗯，你期待以后跟另外一方的生活的一个意境是什么？状态是什么？就是有双方都有差不多的收入，然后生活在一个地方，最好是生活在同居吧。嗯，同居。嗯，所以你现在是学生，如果说现在让你谈恋爱的话，你会不会处于一个呃身份被动的一个状态？主要是这个问题了，也是因为身份被动而分的手了。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你现在是学生，然后你又是一，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另外一方会给你一些零花钱，或者说仗着自己经济条件比你好，会控制你。这个我就是因为昨天我看你的直播嘛，然后嗯大家对学生这个身份就是没那么友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等到自己有收入的时候再谈恋爱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暂时就不想谈了。是的，嗯，22岁，22岁跟34岁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交流上有障碍吗？交流上就是有些他的梗啊，他理解不了，其他的都还好。平时说话的梗他理解不了，就网络上的梗。是的，那你俩会很多的交流吗？很多的就平时会说很多话，会吗？大部分就是早上说早上好，宝宝，然后中午好，吃饭了没之类的，就是感就觉过了新鲜感嘛。不太会涉及到生活里，比如说，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好笑的东西，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又看了一遍了《武林外传》，没有这样日常的聊天，对不对？有是有，但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要快见面才会有这样子，还你们是是比较少。异地恋我们是同城，哦，那每次见面是去酒店还是去他家里？去他家里。啊，那还不错。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能让你去他家里，然后跟学生能够也不保留的去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还不错。嗯，可能确实是性格上有一些问题而已啊。所以，闯闯22岁，然后为人比较憨厚忠诚，但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中央空调老好人的一个状态。听你的聊天儿也会有这种感觉。嗯好。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闯闯感兴趣的话，请投一。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健身成果，因为他的身高是1米77，体重76公斤，我觉得身材还不错啊，身材还算是那种匀称中应该带一点小肉感的。我们来看一看，闯闯你的这个应该没有自己的视频对不对？账号里边。我的视频很隐晦的，一般看不出来，就是前面会有很多那些铺垫视频。好，那我关注你，然后你发给我你的私账好不好？ OK 啊，好，那你看看你试着能不能就是半退过去啊，或者说你直接退也行，我们等你发照片。行，好，等你。好，我们来等一下那个闯闯啊，等一下闯闯的那个，闯闯其实感觉他很好欺负，就跟他聊天儿你会发现他很好欺负的感觉，就是而且能确定他是个一，就是那种好脾气的一啊，可以折磨他，可以逗逗他啊，挺好的啊。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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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身材真的是，这个身材就是很标准啊，这个身材真的很标准，哇哦，是不是？这身材真的蛮好的，再配上那个声线，对不对？看看这个背，哇哦，他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身材，是不是？他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身材，他其实有点不偏向直包肌的，他有点就是大圈儿的身材，他的长相也偏直男。我这么跟大家说，他的长相如果说配上稍微好一点的衣品的话，他的长相就大直男一枚。嗯。你们可以想象，如果说他穿的衬衫，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配上这个长相，就大直男，就是高年级学长的那种状态啊，很直，对不对？还不错啊，怪不得怪不得他上一段感情一直要控制他，还不错啊，还不错。好，如果说大家对他感兴趣的话，直接就关注他就行啊。他叫刘闯闯，刘闯闯跟大家打个招呼。刘闯闯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刘闯闯。
大家去关注一下刘闯闯啊。主播你好。好，闯闯，闯闯现在就在这个复播里边，然后如果说大家对他感兴趣，赶紧这个点一下关注，然后私聊一下。闯闯身材很好，还行吧。就跟闯闯因为我聊天，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跟他聊天可能会，脾脾气比较急的，就是要接受他这一点。我刚才说这个他身材挺好，他那边还行吧，就你像我们这种急性子的人，或者说这种就是比较那个爱接话的人，就还好了，对，就接的很快啊。厂长是辣妹型，他不是辣妹型，他是偏一啊，0.5偏一。那个厂长如果说一定让你做零，你会愿意做吗？我都可以啊，除非他硬件条件比我好吧。那你硬件条件有多好呢？就是比正常的人好一点吧。好，那你现在发给我。这太冒昧了，就是16楼吧。我觉得亚洲人其实16楼真的还蛮夸张的，我真的不觉得你有16楼。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太那个了。对啊，我觉得你没有16楼。如果说你就是你就是撒谎，15颗，我觉得就是你不真诚了。这个不骗你15 PM 还要大一点点。好，那你发给我。这太那了。好了，开玩笑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喜欢那个闯闯 OK，的，自己去验证一下，好不好？嗯，好的。好，那就这样，拜拜。哎，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如果你准备好了跟我连线的话，直接就连就可以了。来，你好，你好，你好，来，我们来等下一位啊。你好，你好，主播。怎么称呼啊？小林，小林，来，小林，年龄32。30，哎，我可以只找那些玩的朋友，就是平时玩的朋友吗？可以。啊，身高180， 180，体重120公斤。120公斤啊，sorry， 120公斤，哪里人？浙江人，在哪里？在北京。好，浙江人。然后职业，个体。做生意，做哪方面的生意能说吗？可以啊，其实我是想打广告的。什么？我开酒店的。酒店老板？嗯酒店是住宿业是不是？啊，对。好，32岁做酒店老板还蛮厉害的，收入能说吗？大概1个月2万块钱吧。好，有车吗？有。什么车？这个品牌？奥迪。奥迪多少？哪个型号A6吧。？A6，35万的 A6，
你那年买应该贵一些啊。没有，房我去年买的。啊，那你应该40万左右。那个房有那吗？房，我租房子，老家也没房吗？那老家有，老家是浙江哪里啊？温州。哇，温州的房也挺贵的。温州我在几套？乡下，我在乡下，几套呢？就2套吧，村哇，里一套，这里一套。好，2套。你说哪里套？啊，你说2套是哪里套？一个村里的，一个镇里的。好的，村里的应该是那种就是自建别墅，对对对，对不对？自建的。自建别墅。来，那个癖好有没有什么小癖好？喜欢单眼皮儿，有胡子。单眼皮儿有胡子，胡子是像二把刀这种络腮胡，还是喜欢就主播八字胡？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对，二把刀那种就是不太喜欢，对不对？他是谁呀？没事儿了，不了解他们。啊，属性就是纯理。就是你喜欢这种胡子，还是喜欢主播这种胡子？主播。是，那个是1还是0？零。好，0。有过几段感情？现在有感情吗？现在谈恋爱有。了？现在就是在职，在职。好，有健身吗？那不可能，见不了。好，不健身。好嘞，学历能说吗？高中。创业的学历都不高，高中，我还没高中。来，那个，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嗯，优点，嗯，我呃，就是可能不爱占人便宜算优点吗？大方，也对，可以这么说吧。你其实就是是一个，因为你条件也不差呀，就是因为我感觉你的物质条件不差，所以凡事你会抢着买单那种人吧？也不会，就是我也不会，就是如果我叫人吃饭，就一般都是我请客，这种。啊，嗯，容忍不了对方什么缺点？事儿多，矫情。条件，条件，然然后呢？后就是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我就很烦。就是那种公主病。啊，就是比如说。就那种，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带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过来的时候，就那种特别就是不喝酒，然后就是那种脸特别冷，然后也不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挺高傲的那种感觉，你非常讨厌，对不对？对，我还喜欢那种就是大家闹闹哄哄的感觉，我不喜欢好，那种有人在。就嗯。是你也不喜欢阴郁的人吧？就是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挺丧的一个人，你不喜欢。哦，不喜欢不喜欢，我本来对，就出不喜来玩儿，开是。心就好。好，你喜欢你想找的玩伴是什么类型？你觉得？就是也不是玩吧，就是其实我是想能多结交朋友？交一些，对，就嗯，是比如说做旅游的那种朋友，或者是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以及可以出去一块儿吃饭、逛逛街那种朋友吧。好的。啊，还是喜欢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些人，对不对？对，不好，喜欢那种。开心，喜欢就是不喜欢负能量的人，对不对？嗯。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小林32岁，然后是浙江人，现在在北京，现在是酒店老板，然后收入是2万块钱，开奥迪A6，然后房子有2栋，2栋吗？房子有那个房子不值钱两个，的。对，有2个，然后身高是1米80，体重是120公斤，他就属于一个壮熊了啊，不，我大胖。跟别人说我是壮狒狒。
你也真敢说，我刚才差点没说猪。来来，那个癖好是喜欢这个单眼皮的，然后有胡子的，是一个零是一个零。那我觉得你其实从你的交谈里边，你能坦然的去说自己是零，然后又性格这么开朗。我还希望整个北京就我一个零呢。好嘞，现在是有对象的一个状态，然后他通过直播，他想找一些就是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包括生活上的一些伙伴，以及一起出来玩的一些损友之类的啊。然后呢，他不喜欢健身，然后这个讨厌就是矫情的负能量的人。然后他自己的优点，我觉得是大方开朗，然后又风趣幽默。然后他的这个声音也算比较好听，然后学历是高中生高中学历啊，呃，聊聊你现在的感情吧，能聊吗？能啊，你现在跟你对象在一起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啊。对，怎么认识的呀？抖音，因为他分享给我你的抖音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分享。是因为我结的缘，Yes，你俩就是他是一个有名的人吗？没有名，他是一个我觉得还挺老实可靠的人。好，他在那个抖音上有自己的视频吗？有所以你是看中了他的长相吗？看中了他的属性他是， ，ES。哇哦，哇哦，那我刚才也没聊过，就是说你真正的癖好是没有，我只是喜欢一些轻微的，就是辱骂可以吗？辱骂，这是能说吗？可以说咱们隐晦一点说，就是轻微的责备。啊，对，就是他会喜欢这种教育我，那怎么教育的呢？就是今天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他是爹味儿比较重的一个人。可能吧，就是我还比较不是喜欢。那其实你会不会喜欢一些特定的服装呢？不喜欢。会，就是他上班的时候，我快不行了。就是他正装也对。皮鞋喜欢吗？喜欢。你干嘛你？那你你是喜欢丝袜还是棉袜？我操，我有点不敢说，我怕一会儿，棉的喜欢棉的，就是是喜欢触摸还是含着？拥有完整的拥有。行，但是其实我还真的很啊想认识主播，主播咱们能有机会认识吗？主播不玩这些。不，只是我觉得主播应该也就是很棒，就是很 nice 这个人。主播确实是 ES，但是不玩这些。主播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喜欢称呼上的那种我好想见见真人啊！行了，然后其实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能？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人，或者说应该平时接触人的机会会比较多。那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半年时间？你们俩是同居吗？他在河北，我在北京。那个他反正就经常来找我，但是我没有去找过他。这是我，因为我确实有些时候都出不了北京嘛。我也跟他谈过我这个情况。出不了北京的意思是？就是因为我一出去，万一有事我还得回来，就是我出去，我就对，然后他就会经常来找我，然后
这个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刚认识才2、3个月吧，是那个时候，我这个酒店不是刚开嘛，在筹备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能毫不犹豫的给我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给你是经济上的，对。哇就是我没有2-3个月想到，因为我没有开过口，只是我跟他说我最近我们会聊天嘛，因为我不会跟他去主动说开口，因为我们才认识多久，而且我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会影响到2个人谈嘛。2-3个月的时间，然后你需要经济上的，就是你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你顺嘴提了一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帮助，然后就算是2个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对，但是我没有主动提，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我没有这么说。没有说，就是他可能会看出你有一些困惑。对，然后那我自己的理解的话，酒店行业的话，如果说需要帮助的话，起码得20万左右。那都是个零头。对呀，就是反20万以上了。那他能有，首先他的条件也不差。我觉得就是，哎，怎么说呢？我不是说他啥不好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在我看来普通人上班族。那他能攒这么多钱，然后这么信任你，所以就很厉害，我很佩服他。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在除了北京之外的地方，比如说河北一个小县城里，是，然后一个月可能工资就5、6千、7、8千的样子，是啊，但是他能攒那么多钱，我觉得很厉害。那他有没有觉得说你是一个大老板之类的？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不像什么大老板，我出门就跟疯了似的。开个奥迪 A6 不算是老板吗？在普通人眼里，奥迪 A6 就是老板的座驾呀。我车不开，我一般都骑电瓶车。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北京开车肯定是不方便的。但我就说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能方便问一下，就是你的酒店是多大的规模的吗？200个房间。是3、4星还是5星？携程是4钻。差不多。类似于就是像橘子水晶那种。比全季好一点吧。好，那我就大概能 get 到你的这个，就是其实我是想问问主播有没有机会能跟主播一块见个面、见见真人什么的，吃个饭呀。就我可能就是说有一点点社恐，再一个就是我对象这人小心眼儿，他平时他可能会觉得说，本身他是一个不社交的人，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没社交了，等我俩分的好不好？行，我等。等我俩分的，然后我这个人也学过那个酒店管理。哎，那主播你平时打羽毛球吗？我不会呀，我平时不爱运动。行，没问题，就是说咱们有时间咱们可以一起喝酒嘛。你会喝酒吧？会喝一点。会喝一点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喝。好嘞，那我就带你去那个，那你应该去过吧？那个北京的阿妹的，你去过吗？那个胡姐的那个是吗？胡姐的是谁的？那你知道北京的那个有一个叫肉的一个酒吧吗？不知道。gay 吧，然后新开的。那个胡姐叫什么来着？我们打过麻将。北京那个阿妹的是在那个吉联大院里边。对，我知道，我听他们说过，但一直没有去过。好，那有时间咱们去喝点酒都可以，但是得熟悉以后，因为对吧？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确实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说北京的酒店行业现在好吗？好啊。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上的影响，这个消费的影响。哇，那你们还真的是蛮成功的。成啥功啊？都负债好几千万了。
那现在创业谁不负债呢？我现在创业不就是在玩儿吗？在在拼命吗？那你咋整对，啊？所以就是也想就是看这么多人，就想问问，如果有那个旅游业相关的，啊，真的大家可以聊一聊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我对，们来总结一下那个小林，他其实个性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跟他聊天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呃，跟他交朋友，我觉得你还是要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真的，我嗯，觉得是要有的。我觉得小林应该平时接触的人还蛮优秀的，所以就是同样优秀的人，同样创业的人，或者说同样喜欢喝酒、喜欢玩闹的人，可以跟小林认识一下，尽量长得好看。你身材有要求吗？就是交朋友身材熊，好，熊喜欢熊就主好。播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就行。行，我大概明嗯，白了。好，那谢谢我也，小林。然后那个可以，这不用了，那个就不用了，因为 好嘞，主要是想好，想想能认识主播。好，好，好，谢谢小林。咱们有时间，咱们这个有缘分有机会，咱们可以认识，好吧？我觉得机会很快就有了。感觉你神通广大的感觉，真的。很快就会有。你行，我明白啊。好，就这样，嗯，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开心认识你，拜拜，哎。好，我们来连下一位啊。如果说你也想交朋友，你也想聊聊天儿的话啊，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连线，然后交友、谈恋爱、涨粉儿都可以啊。我们来连下一位，如果你准备好了，就直接跟我连就行了。来，有请下一位，准备好了就可以连啊，不用紧张，不用害羞，不用担心啊。欢迎我们榜一大哥又来了啊！本节目由拳头大哥冠名播出，拳头大哥一生的好大哥。啊，你的眼睛下流什么？你好， Hello，怎么称呼你Lucky 吧？ ？Lucky，Lucky 对，哪里人？山东的，在北京，山东，在北京，年龄多大39， ？39，身高1米8， 1米8，体重95公斤吧？ 95公斤，是一个壮熊啊，这属于壮熊。职业是什么？嗯嗯，职业设计师，哪一方面的设计师呢？就是装修类的吧，家装工装。好，啊，家装工装，那哇，收入是我觉得蛮高的吧？嗯2、3万吧，就这样。2万到3万，来，有房有车吗？有啊，在北京哈，对，几套？北京几套？北京一套，那个家乡一套吗？对对对2套。来，车对，是什么车？能方便说吗？问界 问 M7 界，M7 好，M7，M7，40万30万吧，差不多，啊，不到30万。30万，26万。哦，好好好好。嗯有什么怪癖吗？好像没有吧，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就是
如果说要有特殊的癖好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我内觉得就裤、正常的。袜子、内裤、袜子，然后西装，然后外卖员、什么快递员，然后那个白这些都球鞋没有，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好，属性能说吗？零。我告诉你，岁数大了就是清晰的自己认识自己，特别坚定。就认知特别强。对对对对，感情史有几段？有3段吧。现在还在再续谈恋爱吗？再续。好，平时有健身吗？有。有健身，健身多久了？就是1年吧，陆续这样。但是我好，平时不是特别的，就是就你觉得就是说找个事儿做，也没有说就追求对对对练得多夸张那种啊。对对。然后平时也不太会有这个身材焦虑之类的，对吧？没有没有。嗯，就是觉那着身体应该练得稍微就是健康一点吧，我觉得瓷实一点就是这样的。可以了，就别太虚就好了，对吧？对。喜欢什么类型啊？嗯，喜欢胖一点儿的。多胖？就跟我体型差不多吧，我觉着。喜欢胖胖的，然后年龄有要求吗？年龄的话，35到45之间吧，我觉着。还蛮正常的啊。然后嗯需要有胡子之类的吗？这倒无所谓。体毛有要求吗？体毛，差不多就 OK 吧。好，就是呃，不需要太干净的那种，我接受不了。喜欢就是说土肥圆，嗯，工地上的那种就是倒没有。因为我天天见工地上的那种。然后也不太喜欢白净的，对不对？啊，白净的不太喜欢，对吧？对，喜欢就就是有一是点憨憨的那种感觉的。就土直嘛，我觉得你喜欢的应该是土直的那种对啊。对对。好，喜欢土直。然后学历能说吗？大专吧。大大专。专。对。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就是优点的话，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点吧，我觉得就是比较平易近人吧，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好，性格好。性格比较好。绝对接受不了什么，就是对方有什么习惯你接受不了，比如说抽烟呐、比如说他就是没礼貌啊，情商低呀、之类的。因为我自己抽烟，然后我好，接受不了的话，就是那种，就是特别 S 吧，我觉着就是，特别 那 S 的。种是我接受不了的。对。然后呢，还有吗？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倒没有什么。比较负能量，比较吹牛逼，负能量我接受不了。负能量不行，就特别丧的接受不了。这种我是接受不了的。结婚了吗？没有。不用结婚哈。嗯好，我们来总结一下，Lucky 39岁，身高是1米8，体重是95公斤，是山东人，现在在北京是个纯零。然后设计师，收入是2万到3万，然后在北京有一套房，然后在老家也有一套，然后现在开是那个问界 M7，然后没有癖好，感情是3段，有1年左右的健身的一个状况，喜欢稍微土直一点的胖胖的，35岁到40岁左右，学历是大专，自己的优点是性格好，不能接受特别 S 和特别丧的人，然后以后是不结婚的一个情况。
你你上这个直播你想找什么？嗯，找朋友吧，就是一哪方？起喝酒啊、聊天儿这样的，你平时会然后喝很凶吗？对，嗯你平时会喝酒喝很凶吗？就是如果说朋友在一起的话，喝的还是比较放得开的这种，嗯，平时会去 dice 吗？去啊，总去。周五就是猎熊日肯定是要去的，然后其他的时候一般不去。所以你这种总去 dice 的人会跟谁玩儿呢？我很好奇，因为我觉跟得谁玩？总去熊屋的，然后这个年纪的，应该身边有共同的朋友啊。应该会有吧，我觉对，得。会有啊。所以嗯，你跟你现在的对象谈了多久了？10年了吧？啊，我特别想跟你聊一聊，就是10年的感情，你们现在是嗯，怎么处理的？就是呃，其实北京是有一个现象的，就是大家其实感情都处于5年到10年的一个状况，然后但是呢，其实80%-90%都已经开放式的关系了。你们是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应该算是半开放吧，我觉着，就就是没有是说是，就是没有说是就是开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是随便哪一个都行的这种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你俩在一起同居吗？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认识，然后到现在的话，一直是同居的一个状态。好，那问一个比较炸裂的一个情况，有没嗯，有就是邀请别人来家里你说三一起？吗？对有，啊，那就是就是能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这种感觉的，就是其实就是真的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一开始其实还是难以接受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喜欢的我不一定喜欢，我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但就好多是是你，这样的。但是你能看他跟别人在你面前这样吗？你能吗？我不能，我一般都是，比如说，他如果说是就是约到了，如果我要喜欢的话，那是可以的；我要不喜欢的话，那就我到这另一个房间里边去睡。这其实面对这些事儿，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醋意了，对不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啊，我说如果就是假如现在嗯，再让你就是放弃这段10年的感情，然后让你开始一段新的接触，你觉得你会不会提不起兴趣啊？我觉得挺累的，然后要重新开始，然后重新对。认识，然后重新再建立一些感情，就是在跟他之间，然后再去建立感情，把我原来的这个，我觉着我还是不愿意的。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你这段感情已经很完整了，如果说再让你去重新一段感情，无非就是这点事儿，对吧？对呀，而且就是，新的感情不一定合适。对呀，就觉得，可能因为我第一段感情的话也是10年，不是第二段感情，我第一段感情，然后是1年嗯吧，那嗯时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去交的这嗯，么一个朋友，但是，是就那时候，然后觉得自己还怎么说呢，就没有到谈恋爱的年纪，然后就去对感情没有那么认真吧，我觉得。第二段感是，情的话，可能也在嗯一起，然后就10年了，然后包嗯括现在也一直就关系特别好。嗯。然后，但是就是相互之间好像是没有那么多共同的一些东西吧，所以就，没有到最后吧，第二段然后就感情认识了现在是的这个第二段感情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吗？还是圈层的问题？就是可能 年龄、年 OK。龄加上，我觉着就是他是已婚的。
但不是他是已婚的，他是离婚的。第二段感情吧，第一段感情那一段就是很短很短暂。然后第二段感情的话，他是离婚的，所以说我觉着就他有孩子，然后我觉着有好多东西，然后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就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就和平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因为你第三段已经10年了，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同时接触这个10年的感情，然后同时又碰到了自己稍微有一点好感的人，同时在有啊，持续了多你说，久？那个好感好像就是比较短暂的，然后就是在脑子里边曾经会开过一些小差，但是就觉着那些东西好像跟你想的还是不一样的。1个月、嗯，1年吧。 1年啊，1嗯，年，其实你心里已经拿对方当男朋友了，但是，可能这个好感持续1年左右，你会觉得说，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会不会有这种对呀，感觉？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我曾经接触过一段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嗯，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因为他跟他对象已经在一起6年了，然后我是那个第小三儿。三个，对，第三个人。然后当时我是嗯非常不理解这种心理的，但是就是喜欢我那个人就说，其实我也喜欢他，但我也喜欢你，因为感情可能重新开始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所以他其实蛮想维系这个关系，但是我是接受不了的。如今看来，其实我现在是能理解的，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说，就是其实这样处理。那俩人挺累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不知道的那个人不累，但这个接触2个人的人和这个小三儿其实蛮累的，特别是这个小三儿，其实他不能理解或者说不能完完全全接受这种关系的时候，嗯他会把自己逼得很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嗯，维系这种3个人的关系，然后直至到后半生，或者说你这段10年的感情你会一直维系，后边会一直在接触第三个人。我觉得第三个人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嗯，他好像是就是这2个人其中的一个，不能说是过客吧，但是如果说要是真的遇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关系也特别融洽的，那我觉着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也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就是相比就是前边的2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一样，然后我觉着还是缺一点东西的，实际上是缺一点东西的。就是第三者的话，不是第三者啊，实际上都是公平的嘛，对吧？但是如果说要是他可能脑子里边会想的多一点。我觉得第三个人其实他是找不到平衡点的，对呀，对，就所以对他我就说他脑子里边会想的多一点嘛。是，其实他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呃，那你有想过，就是感情到最后是不谈了，还是就这段感情维系到50、60、70、80？你有想过后面？我觉着就是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段感情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维系到最后的。OK，就是嗯，这10年里边有没有就是让你特别痛苦的阶段？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你难以接受？有啊，比如，比如他要找一个其他的人，然后我内心里边会觉得不舒服的。那你第就是一次或者见他，说我比如说你3个人的时候，你第一次见他，跟别人亲在一起，然后就那种冲击力，你会不会，呃，由一开始的非常强烈，到现在就是无感了？现在对对，像你说的这样是的。然后就是这种无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就是
我觉得他也不会撼动我的地位吧，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很好嗯奇，就是你对象是纯一吗？应该是纯一吧，有可能也那如做不了。那就我当然这样说非常不礼貌，但是其实嗯我特别想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嗯，如果说你看到你的纯一的或者说就是固定角色的男朋友，在别人感情里就是变了一个人设，你会心里会有一些不悦吗？会有不悦的，但是我也不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就是你就比如说我，躲开了，你就躲对，我开了，你就要躲开，不看了我肯定是啊。要躲开的。如果说要是比如说这个他喜欢的一个人不是我喜欢的这种感觉的话，那我就觉得哎，你们在一起，然后玩儿吧，反正就是在一起，然后 happy 吧，反正我没有看到就可以了。我是这那你能，样的一个那比状态。如说，那比如说你又发现他就是这段时间在接触嗯。新人，然后你会跟他聊说，哎，你跟他处理怎么样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你现在还会有这个阶段吗？会跟他聊吗？我会，我会就是，嗯，我会就是不经意的，然后嗯，去提起来这一些事儿，然后让他觉着我是重视这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不会跟他闹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也会觉得说，因为你俩在一起10年，其实你知道，其实你俩的感情你有一定的信任度了，其实他不太会影响到，而且其实你经历过相同的事儿，其实他可能对别人只是意识到好感，或者说维系一段时间的好感，他不会伤了根本，就你有这个自信对了。对，OK，就是所以我就说连线的意义其实真的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实当中跟别人聊天儿，大家可能会聊得很片面，但直播真的能让我们感受到，或者说能见识到一些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那个圈层，或者说一些思维。感谢这个 Lucky 啊，感谢 Lucky 能分享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其实分享了这么多，其实有一些是隐私，但是 Lucky 能够很慷慨的、很大方的去跟我们去聊这些东西，谢谢 Lucky。然后同时 Lucky 其实在这个直播里边也希望找一些志同道合和一些能喝酒、能交朋友的，能一起那个旅游的一些。Lucky 应该打麻将吧？我不打麻将。啊，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嗯。滑雪，然后羽毛球，然后其他的就是偏运动一类的，然后还好吧。偏运动，你也会打羽毛球吗？对对，会打。哇，但是我现在能感受到 Lucky 应该是葛优躺在沙发上吧？嗯，躺在床上。我现在能想象到 Lucky 的一个状态。好，Lucky 有机会的话，因为你也在北京，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线下认识喝喝酒，然后也希望咱们直播间里的朋友对 Lucky 感兴趣，想跟 Lucky 交朋友的，直接点关注，然后私信他就可以。好。那就这哎呀，样先谢谢。啊，就这样先那个，咱们就连下一位，谢谢 Lucky，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分享那么多，拜拜，哎，嗯。升华了，我这有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这种关系啊，其实我也是，我之前接触的时候我也不了解，但是你看我现在其实，我现在依然是不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是谁又能保证我未来不会是这种生活状态呢？啊，这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精彩的点。来，喂你好，怎么称，Hello，Hello，呼？小君柔，陈都行，小陈都行，我姓陈。好，小陈，哪里人？湖南的，现在在哪个城市？在长沙。湖南长沙。好，
年龄25，好，25，职业暂时就无业游民。无业，也没有收入吗？有就是别的收入吧，但不是很多，就吃大概老本呗。大概多少？大概可能就4到5千块钱吧，够自己活的好，那种。有车吗？有什 UNI-V 么什么？ UNI-V，长安，你直接写长安吧。长安。好嘞。房有吗？有一个套小公寓。好，你现在住在公寓里边。没有，我现在在外面，就和朋友。好，身高身高1.77米， 1.77，体重体重80。身材比较标准的啊。癖好有什么癖好？嗯、应该没有吧，就都还好，没有。你是1还是0？我1。听得出来。那1的话，会不会喜欢轻微的 S 别人？我没有，就我是恋爱脑。你是 EM 吗？我也不是，就恋爱脑。好，有过几段感情？有过那挺多的，3、4段至少是有的。4段还好吧，但是25岁4段其实还可以啊。来，平时有健身吧？没有。没有啊，无健身。然后喜欢什么类型呢？不是瘦的应该都可以，就不是很瘦很胖。年龄呢？年龄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大一点的吧。大多少35岁以内，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比较看脸，我这人。就是太老的接受不了。你别，就是说50像我来岁那这种，像我这种种算老的吗？不算。好，异地恋能接受吗？不能，但是我可以换个城市。啊，就是你可以去对方城市啊。然后学历呢？大专。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优点吧，除了恋爱脑，还有什么优点吗？没有。我觉得你挺真诚的，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你挺真诚的啊。恋爱脑，然后就是对媳妇儿好，对对象好，对吧？嗯，你不可以的类型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缺点你不 OK？就可能喜欢的话，我都应该挺 OK 的。但是那些所谓的那种癖好啊之类的，我可能就比如不太。说他是一个那个 M，他喜欢就是别人抽他，你不行，你觉得那种太我不行。轻，就是太轻浮了，对不对？对，就好，可能不太行。呃，以后会结婚吗？不会，我今年准备和家里面就是摊牌。好的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小陈25岁，身高1.77米，体重80公斤，是湖南人，然后现在在长沙，职业现在是暂时无业啊，收入每个月还能有4000块钱，然后开了一辆长安的车，然后有一套公寓，你公寓现在是在出租的情况，对不对？对，是。你就是以租养贷了。我没带，就是哦，我的收入就是是各种东西的总和嘛，好我没带。的啊，那个是纯一的属性，然后有感情有4段，没有健身，喜欢的类型是25岁到35岁的壮一点的身材，不能接受异地恋，但是可以去对方城市。职业学历是大专，然后优点是真诚，以后不会结婚。你来直播间，你想找男朋友还是找普通的朋友，还是玩伴？可能更偏向于想找对象吧。好的，我们来聊一聊你4段感情。25岁4段感情是从大学就开始聊的，
嗯，我初恋的话应该是，哎呀，其实前3段我都觉得是自己不懂事儿了，就是自己给完没的。持续了多久啊？1年，初恋应该是1年多。那后边3段有没有就是几个月的这种？嗯，有一个啊，有一个几个月的。那这对，个这几个月的这个朋友，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算是一任呢？因为有的可能就是说时间比较短的，他可能就算是一个接触。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几个月的算是？因为可能就是自己确实付出感情了，就可能真的也会算。好，你说一说，就是你不懂的情况下，然后你丢失的一些感情，你从你的话语当中，可能你是一个比较自责的一个状态。这个期间你发生了什么？就那时候可能确实比较爱玩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出轨？挺赚钱的，不是，就单纯爱玩，就是人家可能就是想每天都腻在一起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喝我那时候，酒、交朋友？我那时候就是会特别想出去玩，就是我那时候是在读书的状态，但我周末我就是想出去玩，而且还不带他那种，出去玩是同性恋酒吧吗？各种吧都有，然后因为对方没有安全感，对，就然是他后坚持了1年多，没办法了，就他提的。有吵架吗？嗯，吵过就不算大吵，当然都是他回来就是说，跟我说和好嘛，但是自己没珍惜吧。现在去想想这个事儿，我现在都觉得就可能自己没珍惜好吧。就是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人，然后爱上了你这个浪子，然后又换不回你，每次都是对方妥协，但是还是不 OK，最后对方遗憾的收场，然后你现在会意识到当时可能自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嗯，对，这样的因为感情就是有几段是这样的感情。就估计就他一段吧，就是如果算的话就他一段吧。然后近段的话有一个的话，就感觉像是我把所有亏欠那一任的，然后给这一个了，然后就是结局就倒转了嘛，也正常，就是都是自己报应嘛。所以我觉得你比一般人要好一点的是什么？你会有反思。因为很多人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进步的时候啊，就是呃，可能会有点儿，没有时间去反思，没有反思，我觉得就没有进步。你相反的，你是一个比较有这个过程的一个人，我觉得蛮难得的。因为我比较闲，我没什么事儿做，就那时候可能读书的时候赚够了，就没什么事做，后面就一直没上班嘛。你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电竞主播。我感觉你的生活啊，从我现在了解你，现在一是无业，二是电竞主播，三是总出去玩儿。我觉得你的个性有一点点就是真的还蛮浪的那种状态。没有，现在还好，现在还好。以前确实真的确实，因为就是年轻嘛，然后可能就是年少得志，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现在也不老啊，那个什么。我说实在的，你25岁啊，不老啊。你可是现在就是你现在我那时候，跟我形容的东西，我就能想起一部片子，刘德华的，刘德华的还是周润发的，叫《天若有情》。可是我那时候只有17、8岁，那时候我觉得就更那啥，就是什么都没玩过，都想玩，然后当时又有钱，就都想玩。你的钱是家里条件不错吗？不是电竞圈，就是以前自己16岁开始出来就做这个东西，我是首批，在某牙上。哦，所以声音会非常有磁性。那也不是吧，那时候就单纯打游戏赚的。为什么没有考虑健身呢？因为懒。我感觉你平时不做什么事儿，应该就是除了
你应该也会抽烟吧？会。你应该没什么事儿，你就会就是把脚搭在茶几上，然后抽着烟，然后打着手游的那种状态，会不会？啊，对，我以前就是手游主播嘛，啊、可能你还玩过那个游戏什么火影，啊？我经常玩儿。你经常玩啊？我是首批。我的天呐，那你哇哦，这是直播的意义啊！快教我怎么就是有一些我特别喜欢就是没事儿玩一玩，但是我每次只能进到暗部2左右，我剩下我就打不过去了啊。没办法，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就是我现在是脑子能反应过来，我手都反应不过来了，哦，就没办法。那你手游主播你居然不用那种电脑打啊？你居然就是纯手游。对对，纯手搓。哦，好，好，呃，有幻想过以后再谈恋爱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你理想的感情状态？嗯，我理想的状态的话就是，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吧，就两个人可能就是不需要有那个太大的压力那方面，当然就我也不需要更好的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吧。你生活的，你生活当中会对自己有规划吗？我是个 P 人，应该是没有的。对，我现在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特别随性的生活状态。你会喜欢别人管理你的时间吗？嗯，不会，就是就如果管的是时间管的特别死的那种的，我可能接受不了。你也不太喜欢找固定工作，然后也不喜欢就是对方去梳理你的时间，然后也不太去喜欢别人给建议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对吧？就是我可以接受，他就是有建议那些什么，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嗯理解，就是嗯，我也会往那方向做，但是需要给我一个时间吧，一个过程。你现在作息时间是晚上，对吧？对对，应该是白天才睡。所以你如果说你谈了一个对象，他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俩黑白颠倒，你觉得会不会影响这段感情？会，所以我会直那你怎么接调过来。啊？你会调过来啊？对，我还会直接还调过来。蛮好的啊。25岁，然后又是一个纯一，如果说对方比较是你的菜的话，让你做零，你 OK 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前任的时候就有过这个问题。其嗯实我细想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嗯，如果说真的很，谈了有个几年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能让这个感情让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可以的。就安是全感是我知道是这个人指了。安全感是指这个人他性格让你觉得有安全感，还是你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是一个比较内心比较强大，或者说事业比较强大的人有安全感。你觉得这两点你更偏向哪一点？嗯，生活上吧，就是细节上。他对你足够好，你足够信任他，你就会被他尝试一下。对。OK OK，那你其实，我觉得你的虽然说你的形容出来的东西可能你会比较大男子主义，但是其实你的思维里边，包括你的表达里面就不太算是那种完全的大男子主义。我不算，就是但是我需要那个，就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改变这个东西。就是让我如果强行去改的话，我可能就做不到，就短时好，那间内。再问一个细节，你觉得在那个的时候，你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就是你会为你的零去做一些前戏吗？那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被动方，大部分应该刚开始那一块是被动方。明白了，嗯，嗯，通过这些交谈，其实大家可以分析出来，就是可能典型的那种一啊，来。
自己去理解，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取舍啊。接下来大家对这个小陈感兴趣的话，请扣一。我们来看一看小陈长什么样子啊。如果哎呀，你对小陈感兴趣的话，呃，可以扣个一，然后我们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你的那个抖音里有你的作品吗？有照片，你是一个网红吗？我不是。好，来看看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是一个爱抿嘴的一。哎，别说，我真的从小有这个习惯，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圈里的都会有这个习惯？哦，我没有没有。其实你的表达，就是你的面相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没有那么强势的长相。啊，嗯，没有。对，还不错，就是喜欢他这一款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说，一是他的眼睛，二是他又长相其实是有一点点可爱的，就是如果说他是零的话，他以后变成零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意外。啊，没关系啊，这个不，这个没关系的啊。其实五官还是蛮顺眼，而且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小可爱的那种状态啊，长得挺灵，挺乖的啊，挺乖的啊。好，如果大家对这个 Hero 对这个小陈感兴趣的话，大家自己去自行关注。然后小陈喜欢的类型是稍微壮一点的啊，然后我觉得他也不太喜欢特别强势的人，所以跟小陈认识接触的话，我觉得要讲究方式啊，然后可以呃小陈如果说以后要遇到合适的，记得跟我分享，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小陈啊，很愉快聊天，拜拜拜拜，哎。来，我们来准备下一位啊，小陈。小陈综合分儿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然后人家年纪轻轻的又有一套房子，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公寓他能就是进行出租，他没有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然后他进行出租，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呃生活管理能力，就是他知道这个出租可能会比自己住可能会更划算，他可能对吧？啊，谢谢全豆大哥，谢谢，代表全家感谢你，来家属来，我来偶然相遇，谢谢全豆大哥，好，去吧，全豆大哥，本节目由全豆大哥冠名播出，全豆大哥一生的好大哥，来，我们进行下一位的这个连线啊，来，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就进行连线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不会别人都看到吗？怎么聂，称呼我姓聂，啊？姓宁，什么？一个把这个丁，啊，宁啊啊，宁对，宁哥多大年纪啊？ 45， 45，身高多少1米7，？1米7，体重178.5，好，178.5。哪里人呢？河北，河北会有这个口音？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
和你在一个城市，北京。北京。好，你不是在北京吗？我在北京啊。我经常看你的那个作品。谢谢。你是什么职业呀？能说吗？服务。服务哪具体是什么？收物业费的。哇，物业公司。好，收入能说吗？很低很低，一般。啊？一般。不是，你说一个大概的数字。就5000左右吧。5000左右，来5000左右。有车有房吗？没有。无车无房。有什么癖好吗？癖好。那我先问一下，你是1还是0啊？1。看这个话题看怎么说了。那你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情况你会有一些改变呢？会。什么情况你会有所改变呢？那就看两个人是不是就是相互喜欢。对对对，真正的喜欢，真心的喜欢之类的。好，那你现在有谈恋爱吗？没有。单身多久了？2年。有谈过几段感情啊？谈过一次。好，谈过1次。平时应该也没有时间健身吧？没有。好，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欢，你这样类型的。我这样类型的。好，喜欢白领。好，能接受异地恋吗？算可以吧。可以。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吗？我爱学习，我爱向优秀的人去学习。好，爱学习。你特别讨厌什么类型？我讨厌人撒谎的人。谎的人啊。还有呢？就是说，阴的那种人，特别阴险的那种。好，不阳光的人。谁动着呢？好，以后现在结婚了吗？结过婚。离了。现在要抚养小孩子吗？但是我跟我前妻有孩子。就是要抚养吗？孩子多大呀？要抚养孩子。多大？你孩子多大了？孩子大的结婚了。小的呢？小的在上学。多大呀？15。好，有孩子。那你想找一个什么类型？就是你想找恋爱的，是不是啊？你想找恋爱关系，对吧？
嗯，那看你今后处的情况下了。啊？根据那个情况可以改变。啊，就是可以接触接触，是不是？先接触。对。好。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啊，就是说45岁的宁哥，然后是河北人，然后现在在北京，职业呢是那个物业公司，然后收入是5000块钱，然后没房没车，然后没有癖好，然后是谈过一段感情，没有健身，然后喜欢的类型是胖胖的，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老，然后有一点点那个可爱的，然后可以异地恋，然后优点是爱学习，接受不了不诚实、不阳光的人。现在是有一段感情，但是有一段婚姻，但离了，但是需要抚养孩子啊。宁哥，能谈谈你曾经谈的那段感情吗？你跟那段感情谈了多久啊？谈了不到2年。为什么会分开呢？他太花了。那你俩2年的时间是同居的状态吗？刚开始是，然后后来分了。就是你发现他花心，然后所以分了。对。那他怎么花心？你具体有具体的事件吗？就是你发现他花心，是出轨了，还是聊骚对，了？出轨了。出轨了。出轨了被你堵着了吗？对。在家里出轨了。对。他带回来了，这个太过分了吧？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呀？你会跟他大吵大闹吗？我没有呀。你没打他？没有。没必要。然后就非常冷静的处理了。对，保持沉默。就是直接让他滚蛋。对。那后期会怀念这段关系吗？有过，但是人家是不会改变的。有尝试着挽回这段关系吗？没有。有，我本人有，但是人家对方是没有。就他感觉他不缺人。对。所以通过这段关系，有没有对感情其实有一点点失望，有一点点不相信了？有。那怎么调整过来？调整多久？调整过来的？3年吧。平时想到这段感情会伤感，会哭泣吗？不会，但是会沉默。沉默会喝点小酒吗？会。那你现在这个身份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压抑啊？有。那平时怎么去排解这个压抑啊？就是那个睡觉，然后出去自己一个人出去，逛商场啊，或者买东西啊之类的。好，那在北京，一个月5000块，会有压力吗？有。而且你还要有一个15岁的孩子要抚养，对不对？对。这段关系，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尤其的让你难受吧？对。为什么他不能好好过日子？为什么不能理解你一点？他为什么不能帮你分担一些东西，反而？但是你的真心换不来真心呀。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真心换不来真心。
但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就是之前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的东西，就包括我有的东西，就是好比就是我买东西也好，就是日用品也好，衣服也好，就是说，我会买2份儿，那他会给你买2份吗？他会为你买1份吗？不会。所以这段关系里，你又要有生活的压力，然后又要有子女的压力，然后又面临着背叛，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喘不过来气了？有。哇哦！所以未来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情，然后想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感情状态呢？就是互相的扶持，就是说不那个钱对这个钱没有就是不是对这个收入和钱这个问题，那你不会不要想，太就是我会觉得宁哥，你既然你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你不会想着说找一个条件比你好一点，物质条件比你好一点，有钱能帮助你一点的吗？就是帮不帮助无所谓，就是看自己的，就是自己就是2个人相处了，你明白吧？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个有钱人呢？有钱人那么好找吗？好，要量力而行，就是说，就是有钱的人他未必去看上你，但是说那要看2个人合适不合适。好，刚才评论区里有人说那个宁哥不真诚，但我觉得宁哥其实非常真诚，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真实，他说话其实不飘也不浮躁，而且整体的感觉是非常踏实，非常呃让我会觉得说非常贴近生活的一个人，啊、对，我要就说，我对物质倒不怎么样，就是好比说，就是找个比如你，就是如果说你找个比你收入低的，也无所谓，或者比你收入高的也无所谓，但是人必须要真诚。那宁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点，当然这个是话外我们聊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在物业公司收不到就别人的物业费，你们会怎么处理呢？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业主其实是不交物业费的，你们面对这种事情，你们的态度和你们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和业主沟通，多沟通。那他就是不给呢，他觉得你们物业做的很差，所以我不交。那你就把自己的服务提高上去就可以了。那有没有就是你们其实每个月就是有固定缴不来的几户的物业费？有。那这种就是只能就先不管了，然后等到一定金额就起诉他，对吗？也会管，但是说，如果说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说很多就是那个很多年不交的话，你就是说好比说给他一个就是福利呀，或者是服务上边一些的提升就可以。但是我觉得小区里肯定会有很多不交物业费的，而且持续不交的。有。就没办法，对不对？实际上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是有办法，就是双方就是互相多沟通。那你沟通不了的话呢？你就是沟通不了呢？那你本身就是打比说，就是你沟通不了，你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去沟通。他们就是一家子就不交，你怎么处理？那不可能的吧？不可能啊！就是你们这个物业公司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以走法律程序呀。
就是直接就是说他拖到一定金额，然后就是去法院起诉他，然后法院对强制执行，对，这种情况多吗？有不多，但是强制执行一定能执行出来吗？对，但是说你有个例子，肯定会也能执行出来的。但是周期会比较长，对不对？嗯，对，什么都需要个过程嘛。所以其实是报警是没用的，只能走法律程序，就是起诉他，然后法院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对 OK，那我们就明白了。好，那个如果对宁哥感兴趣的话，咱们请扣一。然后宁哥，您有照片吗？你的头像就是照片吗？这是我这个照片不是，哦，我在那个那作品里有我本人的。就是现在的作品里就有是吧？对呀，好，我来看一下宁哥的长相，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可以私自发给你。没事，你这个视频里不是有吗？你这个那个账号里不是有吗？有啊，好，那我们就看这里的就好了。来，啊，宁哥喜欢 AI，全都是 AI，有没有就是那个比较生活的，有，在最后面是吗？对，我的老天爷，在哪儿啊？哼，这个是真真的，实的吗？对，这个是真实的我。哦，那你长相还蛮年轻的，你长相真的是蛮年轻的，我没想到。对，这个也是我。好，喜欢宁哥的可以就是看看这个照片啊，跟看这个视频。宁哥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他是非常踏实、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朋友。所以，如果说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的，联系他就好了，对不对，宁哥？好的，那如果对宁哥感兴趣，私信他。然后感谢宁哥的连线，我们有时间再聊天，我们来连下一位。宁哥再见。他真的不爱搭理我。来，我们来连下一位。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九亿，好，九亿。九亿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九亿。不知道，已经有很多年了。好，稍等一下啊，哪里人？江苏。江苏，现在在哪个城市啊？上海。上海是多大年纪？现在27。27，身高体重说一下。175，220。220啊，是一个胖胖的一位。那职业是？让我想一下，我怎么去形容我这个职业啊？我现在在大学里面给老板在干活，算教职工吧。在大学里给老板，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大学上班，然后就是没有编制。是那个是导员类导员类型的吗？不是，做科研。好。然后收入大概多少？13000左右，到手差不多11000左右。好，有车吗？有。什么车？什么车型 ？SUV。不是那个什么牌子？什么车型？大众途观。啊，好车，大众途观。有房吗？暂时没有。
你是1还是0啊？ 0.5，偏做1比较多。好，0.5偏1，然后有谈过恋爱吗？有几段？3段。现在是单身哈？嗯，应该没有在健身对吧？没有，有打球，有打什么球？羽毛球。哦，羽毛球好。有什么癖好吗？喜欢看别人穿正装。好，正装啊，正装来。可不可以接受异地恋？接受不了。不可啊。学历是本科？硕士。硕士啊，硕士。有什么优点吗？你觉得？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做饭。做饭非常好吃吗？还可以吧，就吃过的人都说挺好吃的。然后比较讨厌什么类型？比较讨厌很瘦很瘦的那种猴子，还有很胖很胖的那种，就比我胖的我就不太喜欢。比你胖的没多少吧？好，太瘦太胖都不行。对。好，以后会结婚吗？不会。不会结婚啊，没有压力。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9亿，身高是1.75米，体重是220，然后年龄是27，是江苏人，现在在上海，然后现在在大学里边工作，工资是在11000到13000，然后呢是有一辆大众途观，是在上海开是吧？对。然后但是外没有，地车牌，没有上海车牌。那上海不会限牌吗？不会限那个限因为我的行吗？学校在郊区，我也住在郊区，所以无所谓。懂了。然后现在是没有房，然后0.5偏1，有3段感情经历，没有健身，但是打羽毛球。然后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呀？我喜欢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大多少就40左右吧。？40加，40到但是也不能加太多，不可以超过45。啊，就是卡在这儿。对，就是那我很好奇，你40岁的时候，你也是一直卡在这儿吗？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往上加？就不太确定到时候会喜欢什么类型，但是目前为止，你小的时候就是喜欢40多岁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对我的就是那些老师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好感。你的老师多大岁数？那个时候估计也40多岁吧。好，那也就是你就是喜欢这个叔的类型。对，就是可能年纪会稍微再放宽一点，也有可能。然后喜欢壮熊，对不对？我喜欢狒狒。啊，喜欢狒狒啊，狒狒。不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壮的，接受不了。就喜欢那种就是较为就是普通人长相的那种，不太喜欢特别突出的人，对不对？对，我喜欢那种直男长相，然后最好是有点雄突。雄突是 M 突是不是？对。天呐，要戴眼镜不？要儒雅一点的。儒雅一点就代表他不能黑，是不是？对，不喜欢特别黑的。天呐，那你应该能懂了啊，能懂了。戴眼镜，戴眼镜是加分项，对不对？对，然后雄突也是加分项。啊，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给大家总结一下9亿，然后喜欢的是40到45岁，有一点点戴眼镜，然后雄突，然后他是硕士学位啊，然后喜欢做饭，
不可以的类型是太胖或者太瘦，不会结婚啊。主要想聊一下，就是三段感情是怎么，最后一段感情是怎么分开的呀？最后一段感情是因为他出轨，在家里在你共同的家出轨，还是在自己的？不是，今天出去吃宵夜，我还跟我朋友说了这个事情。我说他不是是跟我同事说的。我说他出轨，你跟你同事出柜了？对。好，因为我们办公室那我很好奇，有好几个。你跟这个最后一段感情，你俩是同居吗？不是吧？不同居，异地。异地，他在哪个城市啊？他在长沙。那你们多长时间见一面啊？正常的话，2个星期见一次，2个星期见1个星期吧，就是就1个月在一起，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吧。是，那你是怎么发现他出轨的呀？因为他跟我视频，床上有2只脚，然后他把电话挂了，然后跟我说房间没有人。你在笑什么？别人都会哭一哭，你在笑什么？你觉得很刺激是不是？也不是很刺激。然后还有他出去，他跟我发信息说，他出去吃饭了，然后他给我发的照片上面有大众点评。大众点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在大众点评上 PO 的照片。然后有2个人。不是，就是还有就是你应该没听懂这个。还有一次是他跟我，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他出去吃饭了？他没有出去吃饭，然后他在大众点评上保存了一点照片，然后发给我说在吃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就是半个月之前给我发了个信息，就不是现在啊，就是以前的半个月之前给我发了个信息，不是跟我视频他在洗澡啊。然后过了半个月，他说他去出差了，然后又跟我视频，同一块地方。又给你发视频了？不是，对，他就是跟我视频洗澡嘛。视频也能作假？不是，就是他没有去，也没有干嘛，然后他是在用同一个地方跟我视的频。所以你俩在一起多久啊？我们在一起1年。1年频繁的欺骗？反正蛮多次的。那你后来有跟他就是面对面的去处理这个事儿吗？没有啊，帮他出柜了。什么？帮他出柜了，跟他家里人。你就直接找到他家里了？呀。所以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你还蛮厉害的。就是当时会比较就是冲动嘛，然后后面就没有这种想法了。那回忆起来会不会有一点觉得自己处理过了？会有哎，我现在就有点就是那种就是觉得我当时有点太冲动了。那你们是分开多久了？分开一个圣诞节，2年。所以你在这个描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那种愧疚感了。没有，当时会有这种愧疚感，然后慢慢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好，你每段感情都会比较洒脱的处理吗？以前不会，以前我记得第一次分手的时候，那时候每天又是喝酒又是哭的，哎呀。那你为什么第3段关系里边你会这样处理，而且会觉得你是会觉得说非常的生气，还是就是觉得说
就报复心理。生气是一方面，主要是报复。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用心这段关系吗？也没有，就纯粹的因为就是你喜欢。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他。我发现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纯属就是贴过来的。那时候就是莫名其妙，抖音给我发个信息，问我在哪里，加微信，然后就是我说那时候我在无锡嘛，然后我说我在无锡，然后他就过了差不多3天给我发了个照片，说我过2天去无锡找你。然后我当时我脑子是懵的，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他，我说那你就来呗，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我也不好说赶他走吧。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对所有的感情都会这样主动，是不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这种样子的，但是他后面又谈了个对象，长得跟我好像，真的好像。心里会暗爽吗？也不会暗爽吧。去年我去长沙，我还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在长沙，他说你要出来吗？然后他没有出来。他对你帮他出柜这个事情也没有多生气，对吗？我觉得他是蛮生气的，然后中间还找了个朋友去调解这个事情。调解什么呢？就是我那个朋友说我年纪小不懂事啊。那有什么调解的呀？我已经做这个事情了，干嘛要调解？就是中间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吵架，吵了大概得有2-3个月吧，然后后面越吵越凶，越吵越凶，越吵越凶。然后我们2个人就是拉了一个朋友，就是拉了一个群，然后那个朋友就在里面调解，然后到后面也好了，就是大家都释怀了，不了了之了。现在他然后还给我发信息说你来长沙玩记得找我，我去长沙了他没有见我。感觉他还是耿耿于怀。我还留着他电话号码，我还特地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在长沙了，请我吃饭。他说我不在长沙，我说我不信。所以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人。就是假如说我没有见面的话，我是挺欢乐的。如果见面的话，我会很哀的。就是你会端着的人吗？熟了我不会，但一开始可能会，一开始是因为紧张，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内向自卑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我不自卑，我为什么要自卑啊？那就是纯内向。就是我也不是很内向。如果聊熟了的话，我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就是如果不是很熟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害羞吧。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所以你这段关系里边吃了异地恋的亏，所以你下一段关系不太会异地恋了，对吧？对，我可以接受同城，因为开个车不管在哪里，只要是100-200公里以内，就差不多1-2个小时，2个小时最多也就3个小时也是见到了。像那种太难见一面了。那你现在会觉得说异地恋出轨的几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异地恋出轨，这也是要看个人吧。你现在还相信异地恋，只不过就是接受不了而已。怎么说呢？如果是每一周都有见面的话，我觉得 OK。如果就是说1个月或者两个星期1个月见一次，或甚至更久见一次，那我就觉得这种感情谈了没有任何意义。好，那我问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如果一个0他频繁的出轨的话，是不是这个人瘾比较大？
就他，就我有一个朋友，他一个月最起码要做20多次真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正常的话，像他这种是比较有瘾的，但是我对于这方面呢，就是我27岁嘛，其实我从24、25岁的时候，我就对这方面我就没有太大的那种瘾，有就做，没有就算，我就是这种。所以你跟你上一段关系里边，你觉得你的那方面的状态是 OK 的？那方面我们几乎很少有那方面的所以这个是他，那他这个会不会引导他出轨呢？应该会吧，我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没有这方面的？我说不上来哎，其实你会觉得生活很累了是吗？我也是觉得生活很累，我上班挺开心的，我时间很多。那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就是我上次，对，我上次跟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他已经50多岁了嘛，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有那方面的想法吗？他说1个星期2次啊。我说啊。就是你27岁，你现在你觉得你的频次大概是多少？我现在差不多2周，2周1次。但是这对于情侣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少。对，我知道。就别人跟我讲，他说你最好，如果你谈恋爱的话，差不多1周最起码有个2次。我说1周2次，我觉得也有点奇怪了。那我觉得起码1周1次嘛，对，1周1次，其实也可以吧，我觉得。就是就假如说如果你见面的话，那就 OK 啊。就是2个人在一起见面的话，这些事情都是 OK 的呀。好，好，那你其实是想找另外一半，对不对？找另外一半，你觉得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那我们能看一下你的照片吗？我的作品里面应该有我的照片。好的，我现在看。不会被抬的，我们又没有说一些什么比较开放性的词汇。就我的照片，刚才有被抬。就我的照啊，我照片有很多都不能看哈，就很多都不能放出来。感觉你是个逗逼呀，就你的长相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人。就是跟一群快乐的人在一起就是快乐的。可可爱爱的，我说实在的，就是可可爱爱的一个个性，可可爱爱的一个长相，然后这个应该没有办法放出来。而且其实你是一个比较爱说笑的一个人，然后比较爱评论的一个人吧。我挺八卦的。对，我觉得你们的群，我觉得你要跟你的那个好闺蜜的群，应该里边的东西还蛮可怕的。对。我感觉就是圈子里有什么那个事儿的话，你们群里应该会各种分析、各种骂的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爱吃瓜，但是我们不会去评论这件事情。就是特别喜欢吃身边的人的瓜，就是一些就是半生不熟的，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太熟悉的人，然后突然在推特上刷到了？我身边的人我没有遇到过哎。好，谢谢那个9亿的连线，然后如果说对9亿
这样一个可爱的性格，然后又是一个优雄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是猪，哥哥是猪。就是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爱的吧，是一个可爱类型的，然后又比较开朗又比较风趣的一个人。然后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记得点他的关注，然后跟他私聊一下。我觉得你要跟他交朋友的话，首先你得有趣，你太无聊的人，我觉得91应该不太会跟你交流的，一定要有对，趣，对，一定要有趣还有啊。然后长得我看得上眼的。你喜欢长相有什么需求吗？就就是如果一定是交朋友的话，长相是没有需求的。啊，然后就但是如是谈恋爱的果话，就是尽量是戴眼镜、高知人群，然后有一点 M 凸，对，这样他就会爱死，可能就是打破2周一次的这个魔咒。最好是穿正装。好的啊，那个房地产那个都可以跟他联系啊。好，房地产不行啊，对职业有点挑剔。好嘞，谢谢91，然后咱们改天再聊，好不好？好，拜拜。好，拜拜，很开心，拜拜，哎，来，我们来连下一位。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啊？小猪。小猪，稍等一下啊，小猪，我擦一下黑板。好，小猪多大年纪22，身高178，体重70，是1还是0？0.5吧。0.5偏几？偏1。0.5偏1，然后有什么怪癖吗？M？EM 啊？S 和 M 都行吧。啊，就是有多大的那个，就是是有多大的范围的？范围？就是尺度。1的话可能 S，0的话可能 M。说你的这个，比如说严重到什么样？不严重，不严重，轻微啊，轻微。好，有几段感情？3段。3段，现在在健身吗？对的。健身多久？半年。半年了，好。学历？本科。优点，咱们先说你是哪里人？河南。现在在哪个城市啊？上海。好，上海。职业呢？健身教练。哇哦，健身教练，就是锻炼了半年就啊。所以说这个行业健身教练来，收入呢？大概7到8千吧。7到8千，在上海够吗？还行。住宿舍吗？对。好。没房没车吧？车有。在上海？对，特斯拉。特斯拉3还是 Model 3？好。可不可以接受异地恋？都可以，但偏不接受吧。尽量不接受啊。以后会结婚吗？待定。待定，来。讨厌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呀？不喜猴。猴不行，那你也有点猴啊。啊。啊，来，
还有除了不洗猴还有什么？不洗娘啊，猴娘长头发都不行。啊，对的。好，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会做饭。河南会做饭，会做饭，然后呢？河南人会做饭，接受度高。接受度高是那方面的接受度高是吗？就基本全能接受吧，就是无论生活上还是那方面。就你是一个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啊，对。挺变态的，来，接受啊。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可以接受一些大尺度的东西？是因为某一段感情经历吗？还是一开始就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一段感情吧。因为一段感情，然后他可能比较重口，然后就把你带成这样。啊，对。健身教练为什么健身教练半年就可以？是因为你想做健身教练，然后你在健身教练之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是不是？对，就是毕业之后，然后突然就想做。你专业是什么呀？本科专业是什么？财务管理。我的妈呀，这跟这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然后你就考了一个证，然后你就现在就当教练，在乐客吗？不是，在我朋友店。啊，在你朋友店。然后现在健身教练应该不太稳定吧？对，不太好做，对，会变动比较大。请私教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少，对吧？嗯。然后3段感情经历，上一段感情经历是怎么分开的呢？3个月不给我发一条信息。他是把你当狗狗养了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会给你钱吗？当时是谈的异地。他会给你钱吗？不会。然后就是放养政策了。基本吧。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关系维系了多久啊？谈了两三年。2-3年，然后到了第2年就开始变化了。对。所以你后期也没有跟他聊很清楚吗？没有，就相当于他回避性人格。是的。就是不了了之的这种关系。那我看一看啊。0.5偏1，0.5偏1，就是如果说就是对方想做1的话，你也 OK。OK 的。OK。所以现在生活上会有压力吗？为什么在上海要着急买车呢？就是图个方便，然后正好那辆车也挺喜欢嘛。Model 3非常喜欢，然后就在上海买。那现在会有车贷吗？没有。全款买的。你是哪一年买的？会很便宜吗？是大概4年前买的吧。4年前其实是在高位。对。所以现在每个月7-8千够花吗？不够吧？刚好，就是没有剩下的。所以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呀？熊。多大年纪？30到45吧。喜欢哥哥叔叔类型。好，我再问的详细一点，就是35岁到40岁的熊，然后叔叔类型，
意味着其实他的经济情况要比你好一些。那你怎么去权衡这个关系呢？如果说对方经济条件比你好很多的话，会不会有想依靠对方的心理呢？没有，我基本都是就是给别人花钱。你现在的经济情况给别人花钱，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就是我爸会有信妈基本也用卡吗？会资助我一点。会有信用卡吗？现在没有。就没有花呗，没有这些网贷之类的。就你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可以这么说。好，那我就大概明白了。你喜欢叔叔哥哥类型，其实就是喜欢成熟、有那个熊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刀郎是你的菜吗？刀郎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其实我之前看过你那个电视剧叫什么《芝麻》，对吧？喜欢龙二。哎，还有那个店长。就越过我。也喜欢您，真的。不太会说话啊，大家跟他在一起的话，小心这一点啊。我觉得情商还是，业绩应该也不太好。业绩还可以，中规中矩吧。好了啊，不开玩笑。方便看看你的视频吗？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你的主页有是吧？我头像好像头像就是我自己。我们有视频是不是？应该有的。好，我来看一下啊，稍等。很直的一个人，很直的长相。我这边其实看不到特别清晰的，但是其实大概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一个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后边这个啊，来这个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长相啊，这样一个长相。然后大家有喜欢的就直接跟那个小猪联系就可以啊。他其实算是，给你的建议就是头发稍微剪短一点。我已经短了，我现在是短发。好的啊，头发剪短一点，然后他喜欢这个熊叔类型，喜欢这种可可爱爱的长相，可以跟他联系，好不好？来，谢谢小猪，我们接下来连下一位。小猪，那咱们再见了，拜拜。拜拜。拜拜。哎，来，我们来连下一位。你好。你好。让你久等了，怎么称呼？你叫我海参就好。好，海参，你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版数擦一下。海参哪里人？广西的。广西海参。年龄？过完生日今年20。身高？172。体重？54公斤。14公斤。好，居住地？百色。百色是那个就是一个市级市，那个地级市。市级市。市级市啊，百色。然后职业是学生吧？不是，我在我姐手底下工作。做什么行业？就是有事就做，没事我就闲着。现在我就是闲着的状态。助理，一个月大概能收入多少？4500到5000。亲姐姐是吧？
就是你亲姐姐想让你在她眼皮子跟前儿去多历练一下，对不对？对，有房吗？家里的话是有的，是你的名字吗？不是，我是自己没有。无房，有车吗？摩托车算吗？电动车吗？就是汽车。汽车，好，啊，摩托车。癖好有吗？啥？癖好就是有没有一些小怪癖？比较喜欢正装嘛。正装，好嘞。是1还是0啊？我主要是干对方，但是我比较偏零一点。偏0一点，来，有过感情经历吗？有过一段半年的。一段，然后有健身吗？没有。学历是？之前是在技校学的厨师，但是没有毕业证，但是有中学的毕业证。好，高中。有什么优点吗？你觉得？优点适应力比较强吧。适应力。嗯。还有吗？好像没了。不可以的类型是？是不喜欢娘的，然后长发的也不喜欢。胖的呢？我就喜欢胖的。不喜欢瘦的。不喜欢瘦的。好，以后会结婚吗？不会，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明说了这件事。好，能接受异地恋吗？这个我也是干对方，我是比较自由的，我想干不干都无所谓。喜欢什么类型？你这样的吧，大概怂。然后年长一点哈。就是30到45之间。好，30到45岁之间。好，30到45岁之间。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海参，20岁，身高1.72米，体重54公斤，在广西百色，然后现在在姐姐跟前工作，收入是4000到4500左右，然后有一辆摩托车，没有房，然后喜欢正装，属性现在看是0。有一段感情经历，没有健身，理想类型是熊，年长的熊，然后30岁到45岁之间，可以异地，学历是高中，优点呢是适应能力强，然后不喜欢娘的、长发的、太瘦的，以后应该不会结婚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一段感情史，那在一起半年，怎么认识的呀？软件。怎么决定在一起了？就是当时是干得比较好看嘛，然后那时候也比较单纯，就直接多大年纪？多大年纪啊？19的时候。你19的时候，他呢？他是好像是91年34吧，34。他30岁陪一个19岁的孩子，就是谈恋爱了。那你觉得这是爱情？那我感觉，反正那时候比较单纯，算是吧。但你觉得他爱你吗？你觉得他爱你吗？他爱你吗？他爱吧，但是他控制欲比较强，后面就分了。控制欲比较强，因为他是个E，然后控制你做什么了都。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只要我不回他信息，他就会发一堆信息，怀疑我在干嘛或者干嘛。他是个E，发一堆信息发什么？就是只要问我在干嘛，我没有时间回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啊，或者直接想过来找我之类的。我说我现在没有空回。他是做什么的呀？他这么闲吗？他之前是在火车上也是厨师。火车上的厨师。对。好，那
你说你适应能力强，这意味着以后你可以去对方的城市，对不对？嗯，好，那后来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欲比较强嘛，然后疑神疑鬼是的，就是你怀疑提的还是他提的？我提的。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一些，喜欢自由一些，然后你就跟他提对，了。那提了之后你不会难过吗？但是对方可以对我有占有欲，但是控制欲是不能有的。啊，就是你不太喜欢那种几乎癫狂的那种控制，对你会觉得说，很累。对，好，如果说以后你想找工作的话，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工作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好，然后现在呃是在我姐手底下干活嘛。如果是去到对方城市的话，我是先从送外卖开始，因为这个比较好入手一些。你姐姐条件会比你好很多，是吧？对，嗯，好，海参是这样，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直播其实会比一般的直播要现实一点，我们会问很多的现实的经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有没有房，你有没有车，你有没有工作，你的年收入、月收入是多少？其实像你这个条件，因为你年纪比较小，我也就是以一个对你好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其实你整体的条件是非常差的。嗯对，其实你整体的，如果说就是作为一个相亲类的一个节目的话，你这个条件是几乎差到不能。太差。对，就是首先你经济不够独立，然后你又没有一个技能，也没有说太高的学历，然后又会就是啥都没有。所以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就有一个最好的点。技能我有啊，技能是我之前是学厨师的嘛。好，我建议就是我告诉你，你25岁都不晚。昨天我们有一个直播间里有一个人30多岁还在学理发，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好的。我刚才从我跟你的聊天过程里边，浅浅的一个聊天过程里边，你说你不太喜欢被束缚，其实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就是你这个年纪太自由了，其实不太好。当然，我觉得年轻可以去冲啊，去闯，去撞，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最低，你25岁之前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嗯你还有5年的时间去体验，但是25岁之前你一定，因为你其实跟我非常像，我为什么对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劝告呢？我跟你的条件是差不多的，我可能跟你的身高体重不一样，但是我在20岁的时候，我也是初中左右的学历，然后当时我谈恋爱，每一段感情，我跟你也有点像，因为我也不太喜欢被掌控，我那个时候所有的感情都是失败的。这就为什么说现在大家会听到说百里屠夫有很多段感情，其实那些感情恰恰是因为你自身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掌控一段感情。因为我的感情，前期的感情基本上都是因为自身条件差，然后很短暂。我怕你以后走我的老路。我是在25岁的时候找到了人生的一个小目标、小方向。其实我希望你可以更早啊。就你这个情况蛮心疼的，就是你可以执拗，你也可以去闯，但是给你个时间范围。嗯，好。然后在这里呢，我其实就不建议你现在谈恋爱了。我不建议你谈恋爱了，因为先找到自己的目标，对，然后找目标，找目标是最重要的，好吧？好啊，那没有什么了吧？好，没有了。期待你找到你的目标。好，谢谢。拜拜，拜拜，哎，拜拜。哎呀，跟我太像了。
来，我们来。您好，睡着了。您好，来见，晚安啊。来，我们来连下一位。您好，又睡着了。您好，好，又睡着了。你好，你好，哦，你好，怎么称呼？我叫金光。金光是哪里人？对，我是吉林朝鲜族。吉林，现在在哪里啊？我现在在韩国。韩国。对我就是，我来韩国已经5年了，然后我感觉你特别像我老舅，然后我特别想我舅，虽然我比你大，我就想，对，用中文聊天，对。那你叫我一声吧。叫舅舅吗？好，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你年龄多大？我37岁。37岁，身高多高？我180。180，体重呢？83。83啊，很标准的一个身高。现在是做什么职业？我2个月之前我辞职了。之前是做什么？我之前是做三星里面的 engineer， 叫技师，叫工程师。工程师啊，对。好嘞，工程师。但是现在辞职了，为什么会辞职呢？因为被韩国人霸凌。好，那现在没有收入吗？有。哪一方面的收入？反正我什么都干，比如我去遛狗，我去带小孩子，我去养老院帮爷爷换尿不湿。哇哦，那你其实是一个，我从你的交谈和你的头像，我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应该不是特别差，但是你能去做这些事情，代表你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对，我感觉就是职业不分贵贱。好，因为我发现就是国外的一些博主，因为我经常会看那个油管的一些博主，他们其实就是哪怕就是自己条件非常好，他们也会给自己找事做。包括有一些日本人，其实他们可能会坚持很多份工作，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态度，跟收入没关系。对。对。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按人民币来讲的话，你现在收入大概每个月现在多少？3万左右吧。哇哦，很不错嘛。但是在韩国来讲的话，3万块钱会很好。也没有，因为这里的那个物价比较高。所以韩国的3万大概相当于国内的1万多。对。好，现在在韩国有车吗？我在韩国没房没车。好，无房无车。在国内有吗？国内也没有。因为我插一个话题就是，我插一个话题就是，韩国的杰尼赛斯是豪车吗？也没有，就大众一点的吧。就是很多人开。听说那个杰尼赛斯是韩国财阀开的车，不是吧？也没有到那么多，因为韩国人基本上就是有钱人的话，一般都会开2到3辆车。对。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哪个品牌呢？起亚吧，就是更会支持本地的品牌这种。起亚的高端系列。对，因为我对车不了解，但是我周围的人一般都会就是说看心情，今天开什么车这样。所以你身边的人条件都蛮不错的。
也还好吧，也没有到那么好。好，能问一下你的属性是我10都可以， 0.5偏几呢？我不分，但是我跟我交往的0比较多。好，0.5偏1，有没有什么怪癖呢？怪癖？怪癖也没有吧？正装 SM，然后包括有一些内裤、袜子、皮鞋也有没没有，都没有哦。对，好，现在有男朋友吗？我现在单身，我好上一段死别了。什么？死别了，就是他去世了。 OK， 那有几段感情大概5、6段吧。 ？5、6段，好，5、对6段。平时应该有健身吧？有我会去健身、瑜伽，然后去跑步。哇我每这天跑5公里。对，感觉你就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可以接受异地恋吗？异国恋？我是柏拉图会在第一位。就是在的。对对对，可以 OK 可以接受异地。因为我在中国的话，一般都是异地恋。好，异地恋可以。学历是哪里？本科。本科是对中国的大学吗？对对对，我在大连上的大学。哦，大学哪个学校方便说吗？大连民族。民族那个大学。对。好，优点你觉得是什么？热爱生活。我觉得，我的优点，我感觉我会做饭，能歌善舞。能歌对，善舞。就是你大学本科学的什么？我是食品质量与安全。哦，那你对，根本不相关的啊。对，能歌善舞是那个民族舞还是现代一点的？我都可以。哇哦，能歌善舞。对，善舞，好嘞。你不可以的类型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我感觉就是自己想的理想型和我真实就是能处到的其实不太一样，对吧？对对对对对，没有什么熊猴，就是这种区分。我就看人，特别胖的也 OK。我都可以接受。哇哦，内心交流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对，都可。然后结婚了吗？我没有。然后以后也不会结婚。对，我跟家里出柜了，然后我之前的公司，然后在之前的公司我都出柜了，就是我会在面试的时候跟他们说。理想型是一个内心比较丰富的一个人，对不对？就是我希望是正直的人，有趣的人。正直有趣。对，就我不管他赚多少钱，我都可以养活他。然后对生活有追求的人。对，但我不喜欢特别颓废的人。对，就是正能量，然后上进的、有趣的人。对对对。你现在在韩国哪个城市？我在仁川。我知道这个城市。对。所以，你是想在我的平台去找恋爱，还是想简单的去聊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情感？这个不好说，但是我就特别想跟你就是说说话，然后就是能有个人跟我说中文，因为这边我朋友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们特别排外。韩国人特别排外。对。是排中国人还是所有都排外？中国人是在第一个。OK， 就是那我们首先就聊一聊韩国吧。你去韩国大概多久？我5年了。5年了，在那边一直都是一个人吗？有谈过2段。那是怎么样的契机去韩国发展？因为我在中国被骗了我所有的积蓄。然后我特别想死。然后我就去上海，反正我尝试了
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能那个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就是活下来了。所以朝鲜族去韩国会比汉族要容易一些，对吗？容易一些，但是我感觉这个跟民族没有关系，因为你到韩国你还是要工作。那这是你第一次去韩国吗？没有，我之前的话就是旅游。然后所以你会觉得朝鲜族在韩国的语言是共通的吗？也没有，但是如果你在韩国讲韩语，带一点朝鲜族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方言一样的那种语气的话，你就会被歧视吧。就是韩国其实因为它跟那个朝鲜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又对中国可能有一些对吧？对，我大概能懂。但是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我是中国人，我是朝鲜族。那其实你在韩国，你觉得有多大几率会留在韩国？我其实每天都想回中国，但是你懂的，就是为什么不回来？啊，怎么说呢？如果内心足够强大了，我可以回去。但是，中国的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你不想回来面对，对吧？对。你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释怀了吗？我现在释怀了。释怀，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事情吗？可以。是情感里被骗的吗？对。然后他把你的钱卷走了。对。然后他现在人在哪里？上海。他现在还见你吗？没有，我被拉黑了。我那个时候已经被拉黑了。有尝试报警吗？没有。就是大概人民币多少钱？没有多少，但是差不多5万吧。好，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足以说让你对生活产生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对这段感情因为这段感情你会产生质疑，甚至质疑这个人生，对吗？对，因为钱不钱的我觉得无所谓，因为钱这个东西，对吧？你可以赚。你说你炒股票10万、100万，就一瞬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当时的整个状态，就是因为他是有对象的，然后我是到最后才知道的。哇，对，然后我是被怎么说呢？当时不知道，但是被邀请到他对象的生日上，然后我才知道啊，他是有对象这样。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他每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穿一个破破烂烂的就运动服。所以你觉得在他的认知里边，其实他有对象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重要，对不对？那时候对，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就是让我受伤的就是他跟他一个好朋友说我就是他的一个玩具。就他很渣很乱，算是吧。他说玩具可以扔，对，这样。你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他玩具很多？很多很多。他很优秀吗？他是一个圈子里的名媛吗？对，就我不方便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讲出来，但是他对象也在上海，有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人脉吧。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知道就行了。哇哦。对，然后他一直就是让他的朋友追我，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就一直安排这种场合，就是吃饭啊、喝酒啊、去 KTV 啊什么的。我听到会很
气愤，因为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很气愤。他感觉一直没改过。对，感觉上海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怪他，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不够强大。我觉得你应该比他你应该比他大1岁，对吧？没有，那错了。他是上海第一代的，就是他比我大，对，大好多。哦，那我认错人了。哦，对，应该不是一个人。那你比他年纪小，你为什么会就是上这个当呢？就是我觉得因为你年纪不小啊。我那个时候应该是7、8年前吧。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7、8年前这30岁，其实对方又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所以你也没考虑太多。对，我就觉得你就是我特别喜欢山楂树之恋，你知道吗？那也太那个时候他就是骑自行车过来，然后穿了破破烂烂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对，所以现在他还依然活得很开心，很舒服的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应该是吧，因为他在上海有好几套房。对，然后对我来韩国之后，就是跟中国的所有的朋友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些关系啊，我都没有联系。所以你觉得你真正离开，其实一方面是对这段关系有一点点就颠覆你的认知，另外一方面你会觉得很丢人吗？我没有觉得很丢人，因为我每一刻我都是用真心去爱他的。所以你如果说再去遇到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你会刻意的回避吗？我不会去回避，我会说，我说，既然就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那我感觉我们没有缘分。我是爱你的，但是我不可能就是继续这段关系这样。好，那我们再聊回韩国。你觉得韩国其实，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几率会很小吗？很小很小，因为这边的话一直都是小团体这样的。其实我看因为我现在在看你的主页，我觉得你的长相其实在韩国应该也蛮受欢迎的。也没有那么受欢迎，因为其实你是我觉得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有品质，而且你的审美其实还比一般人要强得多的。所以我说一句非常直白的话，如果说你想接触一些洋气的人，其实或者说条件比较好的人，我觉得你是能接触到的，还是你自己会有很多选择，就是你自己会。我觉得你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希望通过感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包括通过感情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你是不屑的，对吗？对，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的。然后刚才聊到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洋气吧，就是来韩国就是一直。怎么说呢？就是也遇到过很多，但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就是有对象的跟直男会爱上我，我就感觉很莫名其妙。直男爱上你，我觉得我能 get 到，但是有对象爱上你，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对象的人他就是有对象的人他就是烂。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会让我就是很苦恼，你知道吗？就感觉，我就直白的说，我感觉就是我就是当小三儿的命。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可能气场比较弱一些，所以好多人会欺负你？对，那个时候的我就是特别，对我自己都觉得气场特别弱。我整体感觉下来，我会觉得说你的一个好脾气，包括你
呈现出的礼貌，可能会对就是在国外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是，特别是在韩国，你可能会别人会觉得这是你后辈对前辈的一个尊重，然后也不太会觉得说这是礼貌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应当的，对，因为你生活里可能太没有个性，对，不太会说 no，对这个可能对，不太会拒绝别人，所以这你吃亏，对，让大家会但觉得说是你是个软柿子。对，但是就是我辞职，已经2个月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试图去找一些我喜欢的，就是比如说我想吃的，或者是我喜欢的一些电影啊、音乐啊，就是慢慢去了解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内心已经足够强大了，但并不代表说已经就是到那种特别强大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韩国租房子人民币大概多少钱？我住的房子的话，多少平？现在多少平？我现在住2居室。一个人住2居室。对，然后大概60平。对，然后6、7千吧一个月。还好哎，因为你那个城市它不算是特别大的城市，对不对？对，这边房价比较便宜。好，那如果说在韩国吃饭的话，吃得惯吗？还算吧，但是我比较喜欢吃中国的一些，比如说我点地3鲜的话，要人民币120块，而且还做的不是特别正宗的那种。对，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韩餐我可以吃，但是也不是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喜欢就是每天老干妈就是拌饭啊这种。我觉得你的生活的状态其实让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就是在国外飘的那种状态。你的思维也是。对，就是你会经常去别的国家吗？来韩国之后就没去过，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会经常去。比如说去日本、去泰国。没有。就是日本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我喜欢日本电影，就感觉就是也没什么。我喜欢东南亚的国家。我喜欢去泰国、去巴厘岛这样。好，其实从你的交谈里边会觉得说，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现在已经37岁了，马上就是到了人生的一个黄金年龄40岁，但是黄金年龄同时意味着很多可能变得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3年的时间里，你有没有对人生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小管理或者规划呢？有，因为我之前的话一直都是我今天死我都可以死这种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慢慢有一点小规划，但是我就是我要先把我妈妈这边的事情就是要处理好。对，我之前有尝试着存钱吗？有，因为我感觉，因为就是在国外的一些博主也好，包括一些朋友也好，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强的存钱的观念的。那你现在你是有的。对，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然后就是有一段差不多10年，我跟我母亲没有联系，然后就是我母亲在韩国，然后来韩国之后就是跟她见面，我感觉以前的事情，其实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其实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就很多事情。而且她当我觉得她去。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难的。对，然后这次就是2026年就是1月1号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就是坦然的去聊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就之前的一些就是误会啊什么的我们都讲好了，然后我跟他所以他组建新的家庭了吗？没有。因为他说你俩不在一起住。我们不在一起住，但是我妈妈就是19岁的时候的我，所以就是
很年轻。对，对，然后就是他跟我说，他也是对男人有一点就是畏惧感了，就是谈恋爱可以，但他不想就是去组建一个家庭。哦，妈妈嗯，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心态，对，然她不后像那个就是传统的妈妈会比较依赖男人，她不会。对对对，所以我们哦，就那一天我们就互相就是说就是对，就是男人靠不住，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就两个人就一起喝多了，然后对所以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没有独生子，啊，对，好，嗯，未来，能方便问一下，你觉得你40岁，你的存款要达到多少？存款我还是有一点小钱的，因为我在韩国就是我我直接去工厂，就是从基本的就是那种就是别人最看不起的那种工人开始做起的。是，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干活儿快，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被韩国的领导看上吧，反正就慢慢升职。对，我那时候存的钱比较多。所以其实，呃，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你理想的生活状态，起码没对有去妥协自己的一些思想。对，我没有，但我觉得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就比如嗯，说，因为我可能关注你没有几天，但是我看是，就是平时，聊天室里面有的人说，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人，我希望对方是这样。但是每次听那种话，我觉得，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嘛，但我觉得嗯嗯嗯。充实自己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实就嗯，像我觉得咱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另外一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小幻想的，但是实际对上在一起的人或者说你生活的一些经验告诉你，你想的不一定是你可以获得的，而且就是说对对对那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人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对对对，对，因为只毕竟要这个人，你说你出去约会，你也嗯，要花钱，你没钱的是话，没有人会爱上你，没有人会跟你在一起，就可能很现实一点这样是说。对是。对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好，为什么是柏拉图？因为我是天蝎座，我性欲特别，就是你懂的，就是是特别强才对呀。对啊，但是我该做的，就是我都已经就是我接做受度，过了。对，就我感觉没有意思，就是我感觉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翻天覆地之后你抱我的那个瞬间，或者是你牵着我的手，就是我们一起睡觉的那种。所以你现在会有那方面的经历了吗？就是会想着说与别人进行，呃，这个没有，没有了。完全没有，对对对，我感觉就是没有意思了。那这对于另外一半会不会有一点的不公平呢？但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半，我现在好那孤独，我就如果想找个好，人聊天。如果说你找了一个男朋嗯友，然嗯，后他还是有正常的需求的，那你那怎么去？那我很开心，那我很开心，但是我不会说去，因为我自己就是一时的那种就是冲动，会啊？去跟随便一个人去发生这样的，对好，那其实对。你严格意义上，其实你还是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的，但是对对对对，正常。就是我20岁的时候，可能就是太多的这些经验。对因为我对确实是知道天蝎座很可怕。对对对，很可怕。我一天可以6次，就是对对上眼都可以，就是。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对天蝎座还蛮可怕的，所以确实是也要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对吧？对对对对，但我感觉就是每天都过得好幸福。好，就是我就是想，就是想
他被封号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他被踢了，不是我踢的，是官方把他踢掉了。好了，今天聊到这儿吧，因为现在已经凌晨的3点半了啊，咱们其实就应该聊到这儿了。然后明天咱们继续连线，今天没有连线的咱们不用着急，明天咱们继续连线，好不好？哎，多聊一聊，就是大家的生活，其实包括你们听也会成长很多啊。这其实就是我也愿意跟别人，就是有趣的人，或者说有一些经历的人去聊天。像有机会，大家也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把你的生活分享出来。那今天就这样，再见了，拜拜，辛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